去。没想到这鸟不拉屎的穷山沟里面还有这样的极品。是谁在说话？不应该啊，我不是被雷劈死了吗？没等昏睡中的秦九月摸清状况，就感觉到有双手在他颈间游曳。秦九月蓦地睁开眼睛，猪头男愣了一下，秦九月迅速高抬腿，膝盖顶上男人腿间，伴随撕心裂肺的哀嚎声，男人屈服在地上，痛苦地打滚。同伴听到声音闯进来，见状随手抓起一块砖头扔去。秦九月抬脚将砖头踹回，重重击在男人太阳穴上。那男人踉跄两步，死盯着秦九月的眼睛翻了白，直直往后倒下。娘！瞬间，秦九月脑海中涌上一段不属于自己的记忆。妈呀，我穿越了！从25世纪的王牌杀手秦九月，穿越成了一个恶贯满盈、村口大黄狗见了都躲着跑的同名小毒妇。眼前这个眼睛里充满愤懑的男娃，是原主所嫁男人的3儿子，脏得像小乞丐似的小女娃娃就是排行第4的小女儿。娘仨人之所以落在歹人拍花子手里，是因为原主的手帕交说卖个孩子有1两银子能买肉，趁着今儿家里没人在，偷偷摸摸的把2个孩子偷出来卖。万万没想到他自己也被拍花子盯上了，一时没注意，被拍花子一板砖打死。未来的秦九月就穿过来了。不卖宝宝好不好？宝宝快快长大，靠麻袋赚钱，去给阿娘买肉肉去吃。这都什么事儿啊？秦九月叹了口气，给2个小孩解开绑住手脚的绳索。呸！坏婆娘，你走开！站起来和坐着差不多高的小短腿娃娃，脾气倒是挺大的。凭借着记忆中的路线，打算先把孩子送回家。一路上经过田庄和村舍，遇见的村姑农户们纷纷对秦九月侧目，低头窃窃私语。华村老姜家的后娘媳妇吧？听说可不是省油的灯啊！可不是嘛！我听秀秀说啊，她因为好久没吃肉，偷了2个孩子拿去给拍花子卖钱呢。哎呀，造孽呀！这再穷也不能卖孩子呀！哎呦，可不是嘛！谁让孩子不是她自己亲生的呢？哎呦，就是可怜她婆母。丧尽天良卖孩子的是原主，不是我呀！等我长大了，一定要把这个毒妇打死。这是一处农家最常见的4合院，堂屋是老大家住，东屋是老2家住，南屋住着老3家。秦九月的婆母宋秀莲带着儿子、媳妇儿、孙子们住在北屋。宋秀莲是姜老头子的续弦，3个儿子是头一个媳妇儿留下的。秦九月进去北屋，土炕中间坐着摔断腿、不良于行的2宝姜清矿。三宝、小妹，你们过来。哥哥，秦九月看上炕上另外一人姜锦言，原主的相公。8岁考取了童生，被夫子称赞前途无量。几年前因战乱被抓了壮丁，直到2年前身负重伤，带着4个孩子回来之后，成了半死人。病态的虚弱却没能让他精致立体的五官黯然失色。长得倒是挺不错，不过这几个崽崽怎么长得和他不太像啊？不过也有可能遗传了亲妈的基因吧。九月，你带着三宝和小妹去哪儿了？可让我好找呀！毒妇，你是不是要把三宝和小妹给卖了？你丧尽天良，你天打雷劈，你不得好死！宋秀莲拽了拽江青隐，让他不要再骂，而后长叹一声，只犹豫了一下，便对秦九月跪了下去。奶奶，你快起来，不要跪他！九月，娘知道你心中不服气，让你一个如花似玉的大闺女，突然来给4个孩子当后娘，的确是委屈你了。娘不求你待孩子如同亲生，娘就求你以后不要再打他们的主意了，好不？你要是真把这4个孩子卖了，你这不是要娘的命吗？娘给你磕头，娘给你磕头了。不要给他磕头！你给我等着！你给我等
秦九月心中默默叹了口气，他走到宋秀莲面前，双手握着她的肩膀，把人扶了起来。我答应你，再也不会想方设法卖孩子了。秀月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骗你天打雷劈。好孩子，好孩子，娘去给你们做晚饭去。秦九月坐了下来，眼前除了还不太懂事的老四小舒儿正低头咬手指，其他3个孩子都对他横眉冷对，尤其是老大，一双小拳头握得紧紧的，怎么看怎么糟心。今天娘怎么没有把面面吃完啊？以前娘都是第一个吃完面面，还要抢我们的面面吃。九月，你不吃了吗？秦九月点点头，宋秀莲立刻把秦九月剩下的面分给老大江青野和老二江青矿。奶奶，都给大哥吧，我吃不下。大哥得帮奶奶干活，要吃的多点。疼死人！不是做梦。人生最痛苦的事是什么？不是人死了钱没得花，而是人又活了钱却没了。愁闷了半个多小时，秦九月忽然想开了。25世纪的秦九月已经死得彻彻底底，骨灰都被人扬了。他能重生到这个小毒妇身上，也算是上天垂怜，又给了他一条命，让他重新的活一次，没必要寻死觅活的。只有活着，才能有再赚一个小目标的希望，不是？折腾了一天，累得浑身酸痛，秦九月闭上眼睛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这一晚上，秦九月却一连做了3个梦。第一个梦，梦见杏花山下的老树桩上撞死了一只大肥兔子。第二个梦，梦见小河沟下游肥鱼泛滥。第3个梦，时间有点长又有点累，他梦见自己在田里割稻子，割着割着学会了2茬稻的收割法。翌日一大早，秦九月直奔杏花山下，果真在老树桩旁边看到一只撞死在树桩上的大肥兔子。好家伙，这得有10多斤重。难道昨天晚上的梦都是真的？拎着兔子匆忙跑去小河边下游，果然下游大肥鱼泛滥，蹲在岸边随手一捞，一只手捞上一条肥美的草鱼。秦九月左手拎着兔子，右手提着鱼，回家的路上路过了一大片稻田。按理说收成这么好，杏花村的日子应该美滋滋的，但是因为前几年打仗，国库亏空，赋税不得不加至4成，也就导致农民们交了赋税之后留下的粮食勉强糊口。秦九月蹲在一片稻田前，认认真真地观摩了一下水稻，果真让他发现了梦中所梦见的休眠芽。水稻提前几天收，留下了休眠芽，2茬稻很快就会长出来，11月份就又能收割了，大大的提高了产量。他眯了眯眸子，一边思考一边慢悠悠地回了家。毒妇，你从哪里偷来的？快快给人还回去！关你屁事。那个，你会煮鱼汤吗？九月，想喝鱼汤了。吃了饭，娘去二叔家借点钱，到镇上看看有没有卖活鱼的，娘给你买一。九月啊，你跟娘说实话，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？我在河边抓的。啊，还有这个，也是我在山下捡的。宋秀莲很想相信秦九月，可这事儿太让人匪夷所思了。你爱信不信，晌午吃兔子，晚上喝鱼汤。你要是觉得我兔子和鱼的来历脏，那我自己吃喝。若是不赶紧藏起来，小心被那3家抢了去。你瞅瞅，你把崽子们带的一个个面黄肌瘦的。奶奶，是不是小毒妇又欺负你了？我现在就去找她算账。青爷，你娘没欺负我，你快把鱼和兔子拎到咱们屋。奶奶，你不怕他是偷的吗？到时候人家找来，又得砸锅卖铁的赔。让你拎你就拎，以后要乖乖叫娘，要不奶奶会生气的。其实宋秀莲做了姜老头子的续弦后，也享过几年福，但是天有不测风云。江景言7、8岁的时候，姜老头进山打猎，被老虎咬断了腿，回来几天就不治身亡。宋秀莲的好日子也到头了，好不容易把儿女拉扯大，儿子又被征兵了，好不容易等儿子回来了，又因伤变成了活死人。他知晓自己身体不好，
为了照顾儿子和孩子们，正好买下了要被亲爹卖去青楼的秦九月，也就是原主。原主自然不愿嫁给一个半死人，进门之后馋吃懒做，欺压婆母，打骂孩子们是家常便饭。村里都说老姜家的恶毒媳妇儿秦九月在当地是出了名的，都能和山上的母大虫相提并论了。现在看到秦九月似乎转变了想法，开始对孩子们好了起来，他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二弟，我猜不到那个女人在酝酿什么阴谋诡计，不过你多多注意，一定得看好三宝小妹，尤其是小妹。大哥，我知道昨儿是我没用，没看好弟妹，被她钻了空子。不怪你，都怪那个毒妇。青野，来端碗。奶奶来了。这个给九月补补身子。她整日又馋又懒又尖又滑，有什么需要补的？秦九月一声不吭的用筷子把荷包蛋从中间拦腰夹开，一半夹给三宝，一半夹给小舒儿，然后沉默的端起碗低头吃饭。我吃好了。然后秦九月就离开了。娘给宝宝蛋蛋吃，娘变成好娘啦！嘿嘿，娘不再是坏娘啦。快吃吧，这是你们娘给你们吃的。这个毒妇又在想什么阴谋诡计？临近中午，老大忽然从院子里慌慌张张跑进来。不好了，那个毒妇她在院子里磨菜刀了。她想做什么？是荷包蛋，一定是因为小天和小叔吃了她的荷包蛋。我就说这个毒妇怎么可能这么好心？荷包蛋是我吃的，要杀就先杀我。这个毒妇，我去跟她拼了！九月啊，这只兔子要怎么弄啊？我只收拾过鸡鸭鱼，也没弄过兔子。你先烧锅水，我来处理兔肉。好嘞。原来他磨菜刀不是要杀孩子，而是杀兔子。小孩子离远点。哇，娘，你太厉害了！宝宝是不是可以吃兔兔肉啦？是。耶，嘿嘿，宝宝可以吃兔兔肉啦！哎呦，哪儿弄的这么大的野兔子呀？老四家的，这么大一只兔子，你们一家人也吃不了啊？要不分大嫂一半吧？铁蛋好久没吃肉了。做梦！那老四媳妇儿，咱们可是一个院住着的一家人。说着，一只手忍不住伸过去。放手！哼，兔肉而已，搁谁稀罕似的。秦九月亲自动手做了一盆野兔烧萝卜。九月快吃，多亏了你，孩子们才能吃上一顿肉。你也吃，不用舍不得。晚上还有鱼汤，这也不是最后一顿，以后让你们天天吃肉。哼，你就吹牛吧。走着瞧。秦九月看得明明白白的，老大江青野是恨他的，脾气火爆，不过有一说一，情绪都写在脸上。老二虽沉默寡言，可对他的恨意并不比老大少。这孩子虽比老大小2岁，心思却比老大重得多。三宝奶凶奶凶的，就听大哥的话，成天跟在大哥身后，像个小跟屁虫。小舒儿就是傻白甜，有奶就是娘。换位思考，如果他是崽子们，他也会恨原主。饭后，那个今儿去把稻田里的水放出来吧，明儿下午就能收稻子了。九月呀，又不是天不好要来暴雨，怎么想起突然要早收稻子了？这会儿的稻子还没熟透，要是明儿收了，得欠收180斤稻谷呢。喂，秦九月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现在收稻谷，你想让全家人都饿死吗？你是不是想饿死我们，你好改嫁？我保证，你们按照我说的来，一定会多收稻谷。若是没有，到时候我把差价补给你们。哼，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。你补？你告诉我，你拿什么补？好吧，就依你。奶奶，不用说了，奶奶已经决定了。等下老二在家看着弟弟妹妹，老大，你跟着我和你娘一起去放水。三人一下午就把稻田里的水几乎排干净了。明儿中午烈日一晒，下午收稻就没问题了。哼，你最好保证你说的都是真的，不然你就完蛋了。我非想办法弄死你。三人筋疲力尽地回到家，刚进院子就听到三宝和小舒儿的哭声。那么老大一只兔子，都让你们一家人给吃肚子里了，
这2条鱼给我们吃怎么了？哎呦，娘，别说废话了，快去做鱼吃啊！我口水都快要流下来了。不可以！江大嫂猛地推了三宝一下，三宝一屁股蹲在地上。你有病啊！心脏手也脏，来别人家偷东西还要不要脸？欺负小孩子还要不要脸？秦九月，你一个冲洗来的小娘们儿，还想在老家作威作福啊？还想爬到我这个大嫂子头上屙尿啊？你家这2条鱼啊，今儿呀我就吃定了！话罢，江大嫂像是疯了似的，用脑袋去撞秦九月。秦九月很快就被他磨得起了暴脾气，一脚踹在人胸口上，江大嫂一屁股蹲在地上。你不是要鱼吗？老娘亲手喂给你吃。说着，秦九月把手里的生鱼头狠狠塞进江大嫂的嘴里。我错了，我不该惦记你家的鱼，我不该把你家孩子推倒。老四媳妇儿，你饶了大嫂这回吧。去给我家仔仔道歉。是大伯娘不好，大伯娘不该推你们的，大伯娘给你们赔不是啊。大伯娘以后不可以推宝宝啦，宝宝屁屁好疼啊，手心也磨破皮皮了。道完歉的江大嫂赶紧拉着铁蛋，头也不回地跑回堂屋里。这个毒妇也太反常了，她的所作所为简直像换了一个人。她弯腰捡起地上另外1条鱼，去灶房里做鱼汤了。谁也不知道北屋炕上老二过得多么煎熬，他想站起来，想把弟弟妹妹护在身后，想把欺负弟妹的人都打翻在地，可他不能。这双没用的废腿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他变成现在这样子，和秦九月脱不开干系。他恨秦九月。江家的堂屋里，江老大、老二、老三在镇子上给人做工，晚上也不回来，只有3家屋里人一起吃饭。老大家1个儿子铁蛋，老二家2个闺女招娣和地来，老三家1个儿子铁根。也不知道老四家的发什么癔症，今儿竟然跟我打架，气死我！哎呦，是啊，大嫂，要不是地来害怕，我指定出去给你帮忙了。真的是不像话呀！那么大2条鱼啊，煮汤的时候那味儿都飘进我屋了。不给我们吃倒没啥，可不该不给大嫂你吃啊！爹死以后，大哥就是一家之主，您呐就是一家之母。可他们的做派呢，根本就是不把大嫂你放在眼里呀！哼，这个小贱人，看我日后如何唾沫死他！哎呀，也不知道呀，他们是从哪儿弄的这兔子跟肥鱼的呀？娘，俺也想吃藕荷汤，馋死了。你也就配吃窝窝头，吃。娘，你是不是不讨厌宝宝了呀？不讨厌宝宝了。那娘，你以后也不会让宝宝去死了吧？秦九月一阵窒息，用力地点了下头。咦，太好啦！娘以前让宝宝去死，可是我挖不出一个大坑埋自己，就一直都没有死成。大哥哥、三哥哥，宝宝等下要和娘一起睡觉。乖，你跟哥哥一起睡。天知道那个女人会对小叔使什么坏。不嘛，宝宝就要跟娘一起睡。江家婶子，你怎么越过越昏了头了？这时候收大的，这不是要了庄稼人的命吗？青爷，你娘和你奶胡闹，你这长孙不拦着也就罢了，怎么能跟着也一起胡闹啊？快把他们拉回去吧，趁着还没糟蹋多少。哎，我说你们这收稻收的也不干净啊，只收穗儿啊！我他娘的活了40多年了，我还真是头一次看见这样收稻的。哎呀，昏了头喽！这下好了，乡亲们都把我们当傻子了，我们可不就是大傻子吗？只要你不把自己当傻子，就不用管他们的话。稻谷还没长成，本就打得少，再向上交了税赋，等到冬里就等着一起喝西北风吧。大哥哥，不喝西北风，喝不饱的。娘说以后天天吃肉肉，嘿嘿。天天吃肉肉，这不就是骗傻子的吗？也就家里小叔这只小傻子信。孤儿寡母，老弱病残，
干了2天整才干完。娘，你要去哪？宝宝可以跟你一起去吗？我去抓鱼。你那么小，可以去水边吗？奶奶说宝宝一个人不可以去水边，可是跟着娘应该就可以了吧？小家伙还挺机灵的。毒妇，你带小叔去哪儿？大哥哥不担心哦，娘带着宝宝去抓鱼吃。真的？爱信不信。小叔儿，你还是跟着大哥一起吧，我一个人去。娘，宝宝真的好想去，求求大哥哥了。罢了，那我也去。三宝，大哥带你去抓鱼。不要去深水店儿，老大，照顾好三宝和小叔啊，还有你娘。知道了，奶奶，我们很快就回来。三宝和小舒儿，他自然是要照顾的。至于那个毒妇，哼，落水淹死才好。要不要比赛？看谁捉得多。我一个人对你们兄妹3个。好啊，小妹没用，给你凑数了。大哥哥，你礼貌吗？给我就给我。宝宝跟着娘去抓鱼。输掉的人学狗叫，怎么样？确定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你呢？我也没问题。嘿嘿，娘，宽宽。嘘，小妹，咱们才是一伙的，你要在这里当奸细，听到了没有？说罢，他就拉着三宝跑掉了。秦九月抱起小舒儿，拿着剩下的木桶、竹筐和叉子，开始往下游走去。小不点儿，你记住了啊！你呢，就乖乖坐在木桶旁边，哪儿都不要去。等我抓鱼回来，带你回家做红烧鱼。娘放心，宝宝乖乖听娘的话。秦九月双腿岔开站立，等鱼儿甩着尾巴游过来的时候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双手一左一右抓住，放进竹筐里。很快，小竹筐就满了。小舒儿，你在这里乖乖看着鱼啊。小草，娘变好了哟，宝宝好喜欢现在的娘亲。喂，时间到了，回家了。哼，秦九月就等着学狗叫吧。奶奶，你看看我抓的鱼儿。我们小野真厉害，等会儿奶奶就回去给你们做鱼吃。大哥，那个毒妇的木桶看起来好重啊，里面肯定都是河水，他就是想让咱们觉得他抓鱼抓得多，让我们担心自己要学狗叫，从心理上击溃我们。不用管他，等他过来就知道了，脸都给他打肿了。三宝，站直身子，拿出气势来。我看看毒，你抓了多少？大哥，怎么了？你快来看看吧。江青也大不留心地走过去。鱼，好多鱼啊！完蛋了，要和大哥给毒妇学狗叫了，这简直太丢脸了。好吗？愿赌服输，我抓的鱼少，我输了，让三宝学狗叫，三宝叫2声就把我的那份给代替了。你听好了，我只叫2声啊，我。九月，你是怎么抓到这么多鱼的呀？大概是他们知道上游有2个真傻帽在抓他们，他们不想被傻帽抓住，就成群结队的跑来下游了。走，回家给你们做鱼吃。这是鲤鱼，这是草鱼，这是黄鳝，这也是黄鳝。怎么那么多黄鳝啊？娘，这一条小鱼长得比其他小鱼都漂亮，和娘一样漂亮呢。小妹变成了一个小叛徒，好气啊！我明日可以去镇上吗？当然可以，不过九月，你想要去镇上做什么呀？这些鱼太多了，吃不了，我打算拿到镇上去卖掉，卖了银子买点其他的东西。那好，等下吃了饭，我去西边告诉一下郭大哥，让他明日去镇上的时候拉上你。娘，可以带宝宝一起去镇上吗？小舒儿想要去镇上，吃了饭再说。小舒啊，你先去找二哥说说话。嘿，二哥哥，宝宝来陪你啦！咦，大哥也在。他真的抓到了好多鱼，满满的大半木桶。我打眼那么一看啊，少说也得有30条。哎，你说奇怪不奇怪啊？而且啊，他都拎回来了，
让奶奶炖了3条大飞鱼。要是搁在以前，她把鱼放生都不可能给我们吃的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他明日不是要去镇上吗？你要一起去，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我本来也是打算要去的，毕竟啊，小舒儿这个小笨蛋非要一起跟着，万一要是小舒儿被他带到镇上卖了，那可就糟糕了。哼，宝宝不是小笨蛋，大哥哥。你这个小叛徒，他就给了你一个好脸色，你就巴巴的跟在他屁股后面当了小跟屁虫了。鱼汤上了炕桌。那个，哎呀，地来这死丫头呀，非要来找小舒儿玩，我就给抱来了，正好就赶上你们吃饭了。哎呦，这可真是巧啊！那啥，地来还没吃东西呢，今儿个还没给他开小灶。哟，二伯娘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还是赶紧去给妹妹弄吃的吧。妹妹这么小，饿到就不好啦。宋秀莲也不说话，平日里他们不管吃什么，也从未接济过家里的孩子，一个窝窝头的来往都没有。那会儿给儿子看病，花光了所有银钱，几个孩子到了啃草根、啃树皮的地步。宋秀莲舔着脸，想要去3家借点米面，却没有一家给。这来得早呀，不如来得巧。啊，要不就让地来跟着你们一起吃点呗。婆母啊，你应该不能不同意吧？不能就老四的孩子是您孙子呀，这地来他们可不都是您的孙子孙女吗？这咋还能一样的孙子两样对待呢？是吧？这样可不好，容易让外人说笑话。这鱼汤看着味道就不错。滚！嘿，老四媳妇儿，你这怎么说话呢你啊？我好歹也是你二嫂啊。二伯娘，咱们早就分家了好不好啊？平日里你们做什么吃的也没说分给我们一些吧？那我们凭什么把自己的口粮分给你们呀？这不是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2家话呀？哈，你来吃我们家东西的时候就是一家人了，我们享用你们家东西的时候就是已经分了家了的外人，好的赖的可都让你说了。要是这事儿搁在我身上啊，我可万万是没有这个脸的。你这是说我不要脸啊？你可没有不要脸，你脸皮多厚啊？哼，赶上人家2层厚了，分明就是名副其实的2皮脸。被母子俩你一言我一语的呛白，江二嫂无论如何都坐不下去了，气冲冲的出了屋。快吃吧，等会儿凉了就该兴起了。三宝、小叔啊，你俩多喝点汤，小孩子吃鱼会变聪明的。一家人把一大盘鱼汤干了个干干净净。别看我，你是大姑娘吗？还怕人看？你不想跟你说话。大哥，今天晚上我去看道过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还要奶奶和大哥伺候，真是个废人。不用，我去就好，我特能出汗，在外面睡舒服得很。老二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可不能跟我抢，要不然大哥可就生气了。明日一早我也要跟你一起去镇上。哦，你们2个过来洗脚。我不洗，我今儿在水里洗啊，反正我就是不洗。不洗脚就休想上炕睡觉。那我要自己洗，你离我远一点。成，我还能把你按进水里淹死不成吗？你没有把他按进水里淹死，但是你逼他喝自己的洗脚水，你不会忘了吗？秦九月头皮一紧，脑海中忽然浮现出那么一个场景。夏日时，他坐在院子里乘凉，三宝和小舒儿在外面洗脚，2个小家伙4只小鸭鸭放在一个盆里，小孩子心性跳动，洗着洗着就打起水仗来。小舒儿一不小心将洗脚水溅在秦九月身上几滴，秦九月当时便踢了2个孩子一脚，非要让小舒儿把洗脚水喝掉。小畜生！我喝，不要欺负妹妹。秦九月，你个毒妇，你迟早要被天打雷劈。三宝，不喝了，乖乖听哥哥的话，过来，哥哥保护你们，过来。站都站不起来的小残废，还想要保护他们，简直就是白日做梦。你个死残废，你和炕上那个活死人不愧是亲爹俩，一样的无用。我要是你啊，我早就一根白梁就吊死算了，省得拖累别人。
刺耳的笑声穿过苍穹，同时也彻底穿破了老二的自尊心。他深吸了口气，我给你打水，你们出来吧。啊，你来好好的洗洗脚，洗干净。洗完叫我啊。为了让三宝安心，秦九月头也不回的进酒屋里。你们兄妹仨咋敢跟着他去镇上的？国家爷爷，小顺儿和三宝想要去镇上看看。你知道的，我就在镇子口等你们。要是发生什么事儿，立刻跑到镇子口去找我，记住了没？谢谢郭爷爷。过了半盏茶时间，剩下的村民终于来了。李春花带着她的幺儿小狗，还有原主那个手帕胶，也就是怂恿原主卖孩子的陈秀秀的婆母王大娘，老郭头慢悠悠地驾着车往镇子上走去。小狗儿娘，你家小狗比三宝大多少啊？我家小狗呀，比三宝要小1岁呢，比小丫头片子大1岁。哎呦，那还是你会养娃娃，壮壮实实的，看个像啊，比三宝大1、2岁似的。你瞅瞅三宝他们兄妹俩，面黄肌瘦，倒是当娘的白白嫩嫩的。那是，亲娘和后娘能一样吗？哎呦，说的也是，割了肚皮呀，当然不一样了。哎，有事儿说事儿，别动手动脚的。我是想说，大前天你家三宝用土坷了砸我家小狗脑袋了，小狗脑袋都起包了。谁让小狗说我是没爹没娘的野孩子？我家狗说的不对吗？你们不就是没爹没娘的野孩子吗？你刚才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我是说啊，你家这几个野孩子有娘生没爹教，不懂礼貌，没有教养。九月啊，不是嫂子说你啊，你就不能好好的教育教育他们吗？还是说你这个当后娘的根本没有威严，几个孩子根本不听你的呀？秦九月缓缓地抬起右手，手腕灵活地转动着。许久没有动手打人了。是，这孩子就得打，不打呀不懂事儿来。秦九月深吸了口气，手有点伤，打得差强人意，多多包涵吧。小贱人，你竟然敢打我！孩子不懂事该打，大人不懂事更是该往死里打。你敢打我，我跟你拼了！今日我不打死你，我就不姓李，我跟你姓。秦九月轻盈地侧开身子，闪过李春花的白骨爪，而后往李春花的腰间猛地踹一脚，直接把她踹下驴车。哼，活该！郭爷爷，快停下，我娘掉了！咋回事啊？平平淡淡的下坡路，咋还落车了？狗儿娘，快过来！李春花哭哭啼啼的从地上爬起来，追上驴车，爬上去。这老姜家的小儿媳妇儿，莫不是被什么脏东西附体了？咋还护上孩子们了？这也太出奇了吧！要饭去别家要啊！别耽误我们酒楼做生意。我想见一下你们掌柜的。哼，我们家掌柜的岂是你说见就见的？快走快走快走！说好的来的是客呢？说好的喜迎八方客呢？只记得笑纳四方财了吧？哼，去对面。对面也有一家酒楼。哎，客官，您5位里面请来。我们不是来吃饭的，我们想见一下你家掌柜的，可以吗？啊，你们先请坐，小的这就去后厨请我们家掌柜的。一炷香的功夫，店小二带着一个年轻男人过来了。哎，掌柜的，就是这位姐姐说要见你。哟，不知道小娘子找在下何事啊？这是我们在村里小河里抓的鱼，都是纯野生的。掌柜的，您看您要不要啊？哎呀，小娘子也看到了，咱们家酒楼里啊，客人甚少，也就是在中午和傍晚的饭点能上几桌人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你们的生意不如对面的好？不瞒小娘子说，这对面的可是老字号了，100年招牌，光是那个招牌菜那就是10几样，厨师更是从5湖4海请来的大厨，咱们跟他们没法比呀。你们通常怎么做鱼？啊，煎炸焖煮炖。片鱼吗？片的呀，片的鱼片用面粉裹起来，放在油里炸，夹出来之后撒上盐巴和辣椒碎，味道也不错。这样，我送给你们一个做鱼的方子，你们觉得味道可以，就收下我这一木桶鱼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反正眼下酒楼里也没有客人，唉，折腾就折腾吧。好，小娘子，后厨请。看好弟弟妹妹，不要乱跑，等下卖了鱼就给你们买吃的。大哥，要是他把酒楼里的后厨给烧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不会要拿我们抵债吧？
不会的，三哥哥，好娘是不会卖我们小宝宝的。江青也没有听到弟妹的对话，他现在心里有些乱，因为这个毒妇好像真的同以前大不一样了。后厨，这是要片鱼片吗？要不让厨子来。秦九月一边摇头，一边已经上了手，将鱼头去了，后半部的鱼尾也剁掉，从鳍背上面开始下刀，顺着鱼的脊骨将整片肉片下来。这刀工的确不错。我看也是。这小娘子年纪不大，这手刀工看起来倒像是学习厨艺很多年了呀。将鱼片放入盘中，加入盐巴粉、一点点白酒、生粉和一个蛋清抓匀，腌制一炷香的时间。之后锅热倒油，放入葱、姜、蒜、花椒和一大把干辣椒爆炒。出味后放入鱼尾和鱼骨头，加入少许黄酒和稀释的快没有颜色的太油，加盐放水，待水开以后捞出鱼尾和鱼骨。掌柜的，你们家有豆芽菜吗？什么是豆芽菜？没想到平行时空的这个时代竟还没有豆芽菜。没有也没有关系，随便给我找点蔬菜吧，麻烦帮我煮熟备用。掌柜的立刻让厨子去准备，大火将汤底烧开，下入鱼片，一盏茶的时间关火，厨子的青菜刚好拿来。秦九月连同汤底带鱼片一起倒入盛了青菜的碗中，大火烧油，抓了大把花椒、干辣椒撒到油里面，香味瞬间被爆出，水煮鱼片的麻辣辛香撞击了掌柜的味蕾。可以吃了。从热气腾腾的油里夹出来一块鱼肉，吹了吹放进嘴里，他忽而眼睛一亮，香，太香了，又麻又辣，又鲜又香，这鱼肉还是滑嫩可口的，妙极了。小娘子，你的鱼我全都要了，咱们现在就去算账。总共卖了238文。小娘子，不知道这2条鱼有什么特别之处啊？掌柜的，听说过野生刀鱼吗？这就是野生刀鱼，传说当中1斤可买半头猪的刀鱼。没错。小娘子，这2条都能卖到2两银子了。小娘子，你听我的，你去周府卖，他们家有钱。周公子对吃食上更是要求颇高，你去那儿卖，绝对能卖得出去。你家平常价位的鱼，以后就送到我这里，你有多少我要多少。好，那就谢过掌柜的了。你带着弟弟妹妹在这边等我，我去周府卖了鱼就回来，不要乱跑，省得我回来看不到你们。就去卖包子旁边，那里有树荫，我会回来的。娘，你快点回来找宝宝哦。好，宝宝乖。包子肉包子，好久都没有吃过肉包子了。哼，等他回来我就让他给你们买肉包子吃，他要是不买我就揍他抢钱。大哥，不能打娘的。不用你操心，看不到闻不到，宝宝不吃肉包包。真是个小笨蛋。要饭的得赶上饭点儿，你在外面等1个时辰吧。哎，我不是来要饭的，我是来卖东西的。卖肾。小哥，麻烦去问一下你们家管事的要不要买野生刀鱼。切，我还以为卖什么宝贝呢，就1条鱼啊。我们周家像是缺1条鱼的吗？快走快走，等下我们家大少爷就回来了，你莫要在这里冲撞了我们家少爷。怎么办？拳头有点痒。哎，我们家少爷回来了，你快让开。等到轿子靠近门口后，周公子是否可以看一下我家的野生刀鱼，1条重1斤多。立春，收下。小娘子，我再看看怎么卖啊？1条1两银子。你怎么不去抢啊？1条鱼1两银子，你这鱼是肚子里有金叶子还是镶了银子？我家公子心地善良，要收了你的鱼，你见好就收得了，还漫天要价，真是没见过你这种人。你去问问你家少爷。我不用问就知道，我家少爷肯定不可能注重。立春，给他2两银子。爷，1条鱼让你给你就给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好，2两银子，加个木头。那可不行，1个木头1两银子。你贱商！愤怒地瞪着秦九月，2只手伸进木桶里，1只手抓起了1条鱼。起轿回府。轿子路过秦九月跟前，轿子里的人咳嗽声传来。鲜南瓜
取藤放在瓶中，经过1夜，次日便会有汁水滴入瓶中。每日取汁，早上用开水冲服，晚上取杏仁5颗，去皮压碎，用热水煮沸后加入5钱冰糖，熬成稠状服用，可以有效缓解咳嗽之症。说完，秦九月转身离开。周子昂掀开轿子侧面窗围，只看到一个身材高挑纤瘦的女子背影。秦九月快步回去，老远就看见包子摊前围了一群人，似乎是小舒儿在哭。他看到小舒儿坐在地上，大颗大颗的泪珠子啪嗒嗒的落下。同3个孩子相对峙的是包子摊的老板。哎呦，你们还委屈上了呀？啊，你们偷包子的时候怎么不想想被抓包时会不会难堪呢？哼，这小小年纪就做偷鸡摸狗的事儿，小时偷针长大偷金，大了也是监狱里的常客罢了。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我们没有偷你们的包子。怎么回事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包子熟了，我打开蒸笼，正好那边有客人结账，我就舍了包子先去收铜板。等我再回来，蒸笼里的包子刚好少了3个，除了他们3个，根本就没有其他人在这边。他们穿的跟乞丐似的，一看就知道是穷光蛋。穷光蛋见了肉包子，那可不得像见了亲娘一样啊！偷了我家包子呢，要么10倍赔偿，要么就去告官。我可以相信你吗？我和弟弟妹妹都没有偷包子，我们一直在等你。好，你们说我家孩子偷了包子，你们有证据吗？如果你现在不能给我拿出证据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诬赖我们家孩子，我可以向县太爷告你们诽谤。乡亲们，你们听听啊！你们好好听听，贼喊捉贼这一招啊，玩的可真是好，真是妙哉啊！这种人家简直就是风铃镇的耻辱，那买不起就不要吃嘛。偏偏你们来偷的，偷完道个歉赔个偿也算了，偏偏你们死鸭子嘴硬，死不承认，这可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！你可以好好说话吗？我呸！跟你们这种贼啊，就不配好好说话。你再说一遍谁是贼？哎呦喂，没天理了这是呀！贼欺负人了呀！贼打人了这！来呀，你以为老娘怕你啊？眼看着2个女人要当街打起来，正好巡查的官差过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官差大人，哎呀，你们来的正好啊！你们快把这家子贼给抓起来！胖女人拉着官差的胳膊，把笃定孩子们偷包子的事儿又重复了一遍。3个包子是你们偷的吗？不是，我们没有偷包子。哼，事到如今，他们哪敢承认呢？按照刚才老板的说法，有人要结账，所以他打开蒸笼以后，先去收了铜板，紧接着又回来。这中间不过一个转身来回。如果我家孩子真的偷了包子，他们能在一个来回的时间中把热气腾腾的大包子给吃光吗？对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可是那会儿蒸笼旁边只有他们兄妹仨呀，根本没有旁人过来。难不成我家那3个包子还能长了翅膀飞了不成啊？这话说的也有些许道理。这细泥和的真是妙啊！这个案子有些棘手啊。哎呦，官差大人呐，一点都不棘手。要我说呀，干脆把他们肚子剖开，看看他们这肚子里面有没有肉包子，就真相大白了呀！哎呀，这可使不得，就3个包子的事儿使不得的。哟，小娘子啊，要不你就说2句好话，把这3个包子的钱给结了，带着孩子赶快回家吧。你看孩子哭的也挺难受的。对啊，2人各让一步，哪能剖肚子呢？像什么话呀？有刀子吗？恶妇，坏女人，你还是不相信我们，你还要剖开我们的肚子，我们会死的。我那么小，还没有长大孝顺奶奶，我不想死，大哥。刀子呀，有的有的。拿了一把开了刃的小刀过来，来给。的确，想要知道我们家孩子有没有偷吃包子，看看他肚子里的东西是最直观的方法，所以我就让你去看看。那就剖开肚子自证清白。他扑上去，秦九月闪身躲开。你给我老实站着！他还非要自己动手。话落，秦九月忽然举起匕首，出乎意料、猝不及防的转过身，按住胖女人的身子，
小臂抵住他的脖子，一路前进，直到胖女人的后背重重地撞在墙上。秦九月手中锋利的匕首刀刃，距离女人的眼睛只有一根绣花针的距离。那我就把你的眼睛给挖出来，丢去我孩子的肚子里看看吧。江青也面色复杂地盯着手里拿着匕首的秦九月。所以能不能好好说话？能，能不能不张口闭口就是贼？也能。确定？确定啊，确定，我确定。秦九月手指蓦地一松，胖女人终于松了口气，一溜烟的跑到自家男人身后。青爷，你们当时有没有看到包子摊附近有可疑的人？因为弟弟妹妹想吃包子，可是我身上没有带够钱，所以三宝和小舒儿就想了个办法，背对着包子铺，捂上鼻子，这样便看不见也闻不见，我就随着一起转身了。我们真的没有吃包子，你们可以闻一闻我们的嘴巴里面有没有肉的味道就是了。说着，小家伙跑到官差面前。官差大人，你闻一闻我的嘴巴。官差果真蹲了下来。啊，的确没有肉包子的味道，不过有股腌萝卜条的味道。是的，我们今儿早吃了萝卜咸菜。三宝没想到这位官差大人的鼻子那么厉害，比村口大黄狗的鼻子还要灵。不可能啊，我们家的包子那总不能平白无故的飞了吧？可是事实证明，3个孩子没有偷吃你们家包子，只能说明这个贼另有其人。话音尚未落下，一个妇人硬扯着一个孩子的胳膊过来了，小脸都哭花了，手里还拿着一个肉包子。实在对不住啊，我家孩子刚才偷了3个肉包子回家，没给钱。快说！对不起，是我做错了事情。我娘让我买肉包子的同伴，买了小糖人和小糖棍儿，我就怕回家我娘会骂我就偷了3个肉包子，我的手都烫秃了皮了。真相终于大白了。偷包子的事情解决了，你冤枉我们家孩子的事情又怎么算？我们家孩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你们指着鼻子骂成贼，又怎么说？去和我家孩子道歉。孩子，是我们不好，我们不该没有证据就随便胡乱怀疑人，冤枉你是我们的错，我们给你们兄妹赔不是了。这是他第一次被大人道歉。我接受你们的道歉，但是我想说，我们虽然穿的破旧，可是我们的衣裳都干净，我们不是小乞丐，我们虽穷，可我们有骨气。是我们不好，这样，我白送你们肉包子，我送你们10个肉包子。不必了，几个包子而已，又不是买不起。说罢，从钱袋子里摸出来20个铜板。青爷，去买12个肉包子。我要12个肉包子。有点烫啊，慢点拿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家孩子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无妨。宝宝可以吃吗？可以吃了，日后宝宝若想吃肉包子，随时可以吃到。娘也吃。娘不吃，宝宝吃啊。日后没有证据的事情不能这样乱说，亏你这次遇到个孤儿寡母，若是遇到一个不讲理的汉子，能气得把你的摊子砸了。江青也跟在秦九月旁边，嘴角不停抽动着，想说声谢谢，可无论如何都出不了口。大哥的嘴都被烫得直抽抽了。你才抽抽，笨蛋三宝。江青爷，你知道自剖肚子自证清白的行为有多么愚蠢吗？你性格太冲动了，过刚易折。我那是怕你真的来剖开我的肚子，我寻思着让你动手，还不如我亲自动手，最起码我心里有数。这么说，还是我的错了？因为你之前做的那些事情根本没办法让我们相信你。以前在村里，我们和别家的小孩打架，就算根本不是我们的错，你也会用藤条把我们狠狠地抽一顿。你从来都没有相信过我们。说完，不知为何，他总觉得自己像是个告状的小屁孩，很不爷们儿。以后不会了。到了布庄，小娘子尽管看看，想买些什么布料啊？小娘子，你看看这几匹布怎么样？价格实惠又耐穿。
就是颜色深了一些，不过耐脏啊。老板，这匹天蓝色，按照它的体型来裁剪，要2身；旁边那匹，按照我的身量来裁剪，也要2身。小娘子，你这身量约莫7尺，小哥这身量约莫5尺半，按照咱们正常裁剪啊，都要多余半尺，也就是天蓝色布匹12尺，烟灰色布匹15尺，我这就给裁了。成，剪吧。老板，这匹布给我裁够我这2个小崽子1身衣上的布料。哎呀，小孩子小，2个娃子够8尺就好。他给我们买了好布做衣裳哎。是的，娘好。算账吧。天蓝色布匹5文1尺，总共60文；烟灰色布匹同价，总共75文。麻布贵一些，10文1尺，总共是80文，加起来215文。抹去零头，给我210文吧。江青也抱着布，心里是说不出来的感觉。那个，咱们该回去了吧？不急，再去一趟粮铺。江青也只得跟着他一起去粮铺。路上，秦九月还给三宝和小舒儿每人买了一个小糖人儿，要回家给奶奶吃第一口，然后一起分享吃。宝宝也是。粮铺里，这位小娘子需要买粮食吗？给我来10斤绿豆，10斤黄豆。好嘞。称量好之后，又看了看大米。20斤大米也不一定扛造，吃光了再说吧。小二算了账，总共是220文。秦九月从钱袋里摸出一块1两的碎银，江青野的眼睛都绿了。他难道真的把那个什么野生刀鱼卖出了天价？若是野生刀鱼这么赚钱，那我以后每日里都去小河里抓鱼，岂不是赚翻了？粮铺隔壁是杂货铺，平日所使用的调味品都在杂货铺里有卖。秦九月毫不吝啬地买了1斤黄酒、1斤老陈醋、1斤酱油、10斤菜籽油，还买了一些茴香、八角、干辣椒、少许的冰糖和砂糖，不能委屈了自己的舌头。不是说古代有种酱油特别好吃的吗？怎么没有啊？啊，那是什么？黄豆酿制的，咸咸的，黑色，可以调味，和普通酱油有所区别，据说价格很贵。你说的是太油吧？太油特别贵，普通人家根本吃不起，就算杂货铺也没有好多，肯定不会摆在外面的。有没有卖的太油？小娘子这是拿咱寻开心呐，还是真心想买？虽然是真心想买，得，但是提前咱们得把价钱说好，1两太油要足足120文，小娘子还要吗？秦九月点点头，江青野目瞪口呆。得嘞，小娘子要几两？先来2两。你清醒一点，有酱油吃就不错了，还要吃什么太油呀？秦九月，你是不是疯掉了？去打2两太油来。我是要用太油做些吃食的，不浪费。很快，小二屁颠屁颠的拎来2两太油，拿好了，240文呢。在杂货铺足足花了400文，江青野疼的心都在滴血，在心中暗暗发誓，等他日后长大成了亲，一定不能让媳妇儿管钱，耐不住燥啊。回去镇子口的路上，路过猪肉摊儿，秦九月割了2斤猪肉，10斤猪板油。你们早说要买这么多东西，我就去给你们帮忙了。等等狗儿娘俩和王家嫂子行不？郭爷爷，给你肉包子吃。老江家这媳妇儿，这是开了窍了。爷爷不饿，你们小娃娃吃。爷爷晌午啃了2个大饼，现在还饱得很。郭爷爷，我们买了好多，您就快收下吧，我胳膊都酸了。郭叔，你吃吧。成，郭爷爷就舔着老脸收了。有话直说，扭扭捏捏像什么样子？那个野生刀鱼好不好抓？对我来说还行，对你这种连1斤重的鲤鱼都抓不上来的小朋友来说，可能是有点困难。哼，看不起谁呢？喏，哼，不吃，饿死你算了。不让我吃，我偏要吃。过了2炷香的功夫，狗儿娘俩和王大娘才有说有笑的过来。哟，老郭头，你最近是不是发财了呀？这么多东西得多少银子呀？娘，狗儿想吃小糖人儿。
给我家狗掰一块。你是乞丐吗？你他娘的才是乞丐呢！我只见过做乞丐的，张口就讨，伸手就要。让你吃，让你要，你亲娘老子都被贱人冤枉成要饭的了。你他娘的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张口就是一股臭味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用嘴刷泔水桶。他抬起手掌要冲着江青野的脸落下，他高高举起手臂。你放开我！来的时候挨了揍，记吃不记打呀？要不是看在这郭大叔驴车的份上，我非打得你满地找牙不可。回村后若是还想挨揍，尽管去我家找我，姑奶奶满足你的一切需求。说罢，秦九月用了手架狠狠地甩开他。李春花坐在角落一言不发，车上他舒展不开。等回到村里，秦九月就完蛋了。今天一整日被秦九月又打又骂又威胁，他一定10倍凤凰回去。杏花村村口，李春花和王大娘一起下了车。青爷娘，你买的东西多，我把你们送到家门口吧。啊，感情那一大车的东西都是秦九月买的。小贱人还真是有本事啊，果然不要脸，来钱就是快呀。你瞧瞧，郭叔这么老实的人，都对他跟对咱们不一样。谁让人家长得俊呢？呸！贼不要脸！呸！驴车已经来到老江家大门口。你们回来了，他郭叔多谢了。这都是我家九月买的。这个也是。我的个乖乖！宋秀莲也开始帮着往家里搬东西。大嫂呀，你说他们孤儿寡母的，是哪儿来的银钱呢？切，老的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小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婆媳俩一块儿赚男人的钱，还不是跟玩似的。九月呀，你哪儿来的银子？这么多好东西，得多少银子呀？奶奶，是卖鱼赚了钱，野生刀鱼太值钱了，我日后每日吃完饭都要去小河里抓鱼。秦九月已经起身出去门外，屋里江青野把在镇上被冤枉偷包子的事情和宋秀莲完整的说了一遍。委屈我孙儿了，这回呀，多亏了你们娘，你们得好好谢谢九月。再说吧。奶奶，给你吃第一口小糖人。奶奶，宝宝也给你吃。宋秀莲虚晃地咬了一下，实际上都没有碰到。乖乖，去给你们娘吃一口。娘，吃糖糖。我不吃，小顺儿吃吧。娘给宝宝买的糖要分享，娘吃。秦九月只能弯下腰，小小的咬了一口。三宝沉默地伸出手，秦九月假装不懂。你做什么？快点吃一口呀！不让他吃第一口，奶奶肯定会生气的。奶奶对他真好。一口太少了，我想吃半个糖人，可以吗？那好吧，不过你吃快一点。我已经咬了小顺儿的，尝了味儿了，你快自己吃吧。三宝站在原地咬了咬嘴唇，然后扭身跑去屋里和大哥二哥分享糖人儿了。我有买调味品，酱油、老陈醋、辣子、八角都有的，都是金贵东西，买了就是吃的。天热若是放坏了，岂不是更心疼啊？那下次做饭我就放。饭后，宋秀莲在灶房里熬猪油，秦九月在院子里冲洗陶罐。娘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把陶罐洗干净，发豆芽菜。娘，什么是豆芽菜呀？很快小顺儿就知道了。好的，宝宝可以给娘帮忙吗？不用了，破裂的陶罐会割破你的小手的。那娘也要小心哦。其实留下来也不错，绕过怀孕，她已经拥有了4个小崽崽，虽说承认她的只有1个。宋秀莲从灶房里出来。九月，你弄这些碎掉的陶瓷瓦底做什么？我要发豆芽菜，这些不够，咱们家里还有没有能用的器皿？木的铁的都可以，只要有凹槽。对了，有的。你公爹活着的时候以打猎为生，猎的许多猎物都要放血，所以你公爹特意去铁匠铺打了2个大托盘，放血凝块拿去卖。我去给你找找。麻烦了。不多时，宋秀莲就把东西找出来了。
他接过来一起洗刷干净，和陶瓷罐底一起拿进屋里晾起来，又拿出洗菜的木桶，先将绿豆洗干净，又将黄豆洗干净，去掉掺杂其中的杂质和漂浮在水面上的坏豆，放在2个用热水烫过的托盘里，托盘里装不下的放在2个小陶瓷罐里，分别加入适量的温水，水位以刚好同豆子平齐为最佳标准，放在通风干净的地方，等待豆子泡发。这会儿猪油也熬好了，宋秀莲把猪油渣捞出来，端到屋里炕桌上，晾凉之后，立刻给三宝和小舒儿一人夹了一大块。三宝，你干嘛呀？都是油，会把衣服弄脏的。我要装在兜兜里，明儿出去给他们看看，我们家也吃得上猪油了，省得他们一直说我们是穷鬼。想吃多少吃多少，吃完以后，明儿啊，拿剩下的出去显摆。我保证，以后你们只要想，天天都可以吃上猪肉。哎呀，就怕到时候啊，你们自己吃够了。切，谁会吃猪肉吃够呀？永远都吃不够。翌日天还没亮，秦九月就偷偷摸摸地爬起来。说实在的，宋秀莲做的饭是真的不太好吃，她要自己做饭。一刀切下8两猪肉，先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儿。大铁锅烧热，放入菜籽油、姜丝、蒜片和辣子花椒油放在里面爆炒，煸炒出香味儿，再放入肉丝，快速翻炒，使肉丝变色，加入酱油，一点点太油，等到肉丝上色，最后向里面加入小半碗水，开锅即熟，把肉丝儿盛起来，锅里留了肉汁，加入2大瓢水，慢火慢煮着。锅里的水开了，将面条下锅煮熟，用罩篱捞出面条，过一遍凉水，而后盛入6个碗中，面条上面覆盖一层厚厚的爆炒肉丝。九月，你起来做饭了？起得早，就顺便把饭做了。起来吃吧，三宝，去叫大哥回来吃饭。肉肉香。儿媳妇嫁过来1年多了，从来没有进过厨房，今天居然做饭了。九月，原来你会做饭呀？之前学过一点。闻起来真香。这个面的做法，我之前从未见过。这是肉丝烩面，改明儿我教你，很简单的。哎，好嘞，都怪娘不好，是娘的厨艺不行。九月，以后你想吃什么，你就教教娘，娘给你做。我回来啦，奶奶，今天做了什么这么香？今天不是奶奶做的，是你娘做的，快坐下来吃饭。她还会做饭？说什么呢？你这孩子，先去洗手。哦，怎么样，味道还行吗？好吃啊，九月，不是娘夸，是真的好吃。你这厨艺比娘的厨艺可好多了。宋秀莲一边吃着，眼睛里一边盈满了泪水。她竟然在有生之年吃上了儿媳妇做的饭，味道还那么好，真是值得了。饭后，秦九月去看了绿豆和黄豆，经过1晚上浸泡，温水已经被豆子吸收干净了。豆豆长胖胖，把衣服都给撑开了，都露出了白白的大肚子了。豆子全部发了芽，秦九月目测预估了一下，豆子的发芽率大概达到98%，这么高的发芽率让秦九月很是意外。哎，不可以碰，碰了以后豆芽菜就长不出来了，还会让周围其他的豆子一起腐烂掉。碰一碰，就那么严重的吗？这一罐呢，三宝和小舒儿你们2个人养，你俩跟我学，到时候看看谁的豆芽菜长势最好，怎么样？好的。弄好豆芽菜，秦九月便拎着小木桶和老大老二编的竹笼子去小河边了。秦九月前脚刚出去，后脚江大嫂和江二嫂就一人拎了一个小木桶，紧随其后去了。大嫂啊，咱不叫老三媳妇儿啊？不叫，他前怕狼后怕虎的，不叫他，咱俩去。成。秦九月来到河水下游，2人很快也到了。大伯娘、二伯娘，你们是要来抢我们的鱼吗？呸，怎么就你们的鱼了？这条河是你家开的呀？你问问他，他能答应吗？小年纪心眼可真毒。对，河是大家的，各凭本事赚。不过毕竟前日从我们家抢鱼的还真是你，你强盗的形象在我们家三宝眼中已经根深蒂固了。我们家三宝
只是以为你还要从我们的桶里抢鱼而已。按你的逻辑，心眼最毒的是你啊！切，还真把自己当成亲娘了。不是从你肚子里出来的，你以为他们会待你好啊？等他们可以自力更生了，早就一脚把你踹到8丈远了，让你知道什么叫人心险恶。秦九月随手把木盆里的水泼出来，刚好打湿了江大嫂的裙角。秦九月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哎呦，大嫂，你先不要生气嘛，我们要跟着这个小贱人一起捞鱼，等我们捞上鱼之后再收拾他。行，我暂且放他一马。你们俩乖乖坐在树下，不要靠近小河边啊！两个小家伙乖乖点头。希望娘抓好多好多的小鱼。江大嫂和江二嫂下了水之后对视一眼，两人分别站在秦九月的左右两边，等鱼来了，他们俩一起上，一定能抢得过秦九月。秦九月懒得理他们，他们先把竹笼子下在水里，里面放了一些早上在稻田里抓的蚯蚓，然后慢悠悠地往更下游的地方走去。哎，鱼，真有大鱼！江大嫂双腿跨立，微微弯腰，两只手预备好，做出抓握的姿势，等待鱼儿来到她的跟前，距离她的小腿不过8丈远的距离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鱼儿。忽然，她猛地将手扎进去，两只手快速而又猛烈地抓握，抱着一定能抓住的决心。江大嫂却是抓了一把空，那看起来不怎么灵活的笨鱼，在她双手入水那一刻，忽然灵活起来，甩动着尾巴，轻松地绕过她的双腿，直直钻进秦九月的水桶。贱货，你快把老娘的鱼还给我！小秋对你不客气啊！你的鱼，你叫他一声，你看看他答应吗？你这是强词夺理，耍流氓！拜托，我在你们下游，你在上游都抓不到鱼，只能说明你垃圾而已。那感情，只要出现在河里的鱼被你看到了，那就都是你的了。村里那么多大老爷们儿，你看一眼就都得给你当相公。你不要脸！你说的什么话？看我今天不撕了你的嘴！秦九月双手开弓，左右掌掴，狠狠的2巴掌落在江大嫂脸上。你打我！秦九月，你敢对你大嫂动手？你是活腻歪了吧？我要让全村人都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！宋秀莲到底教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儿媳妇？说着，他目光扫过不远处田垄上有不少人，就要张开大嘴呼喊。秦九月眼疾手快，一手按住他脑袋，用力地按向水中，只消片刻功夫，抓着他的发髻，抬起他的头。还叫不叫？来人！一句话还没说完，再次被秦九月按了下去。这次呢？江大嫂咬紧牙关，眸光愤怒，却不言不语。哎呦，老四媳妇儿啊，你说说你这是干啥呢？这是咱大嫂，这再怎么着也不能对大嫂这样啊！快点放开啊，别让外人看咱们家的笑话。这次是给你警告，下次别怪我不客气。滚！大嫂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咱们去上游抓鱼，走走走，走啊！江大嫂被江二嫂拉走了。哇，娘变得好厉害啦！然而三宝心中惆怅，那他日后便更打不过了。江二嫂拉着江大嫂回去的路上，正好路过宋秀莲晒稻谷的场地。大嫂，你想做啥呀？江大嫂嘴角扬起了一抹不善的笑意，慢慢的靠近宋秀莲。宋秀莲正倒退着翻稻谷，一不留神便踩在了江大嫂脚上，江大嫂却一把推开宋秀莲，脚下稻谷发滑，宋秀莲被她推倒在地上。铁蛋娘，你推我做什么？你眼瞎吗？这么宽敞的路，你非要往我脚上踩啊？欺负人也没有这么欺负的吧？我哪知道你在我身后，你没事吧？哎呦喂！闻言，江大嫂忽然坐在地上，哀嚎一片。我不能走路了呀！儿媳妇让后婆母给踩断了脚了，这还有天理吗？没王法了，大家伙都来看一看呀！铁蛋娘，你别这样，我只是轻轻地踩了你一下，有什么事咱们回家关起门来说，成吗？那可不成，关起门来后，你要是搓磨我呢，
哎呦喂，都没有人能替我做主了呀！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嫁到你们老姜家，让人这么欺负啊！婆母啊，婆母，你怎么就不能狠狠心踩死我呀？死了可就一了百了了。哎呦！渐渐的，不少人围了过来。乡亲们呀，你们可是要帮我做主啊！我这个婆母啊，看着慈眉善目的，背地里却把我脚踩断了。铁蛋娘啊，你这脚丫子是纸糊的不成啊？踩一脚就能踩断了，真是的。哎呀，这可说不准，不小心踩一下当然没事儿，要是故意去踩，那事情可就大了啊！嗨，江婶子不是这种人，说谁害人我都信，说江婶子故意害人啊，我还真就不信呢。哎呦，这人不可貌相，海水啊不可斗量，人心隔肚皮嘞。江老大媳妇儿素来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嗨，你说说，你们老江家的家事就关起门来解决呗，把大家伙都吵来，你的脚丫子就能自动好起来，还是怎么着？你们帮着我家婆母欺负人了！铁蛋娘，你别撒了，这可都是粮食呀，怎么能这么糟践？铁蛋娘，我求求你了，别撒了！哎呀，婆母呀，搁家里耀武扬威的，出来就开始伏地作小了。你不去唱戏啊，真是屈才了。一边说着，一边将稻谷挥洒的到处都是。转眼之间就被他祸害了足够有好几斤的稻谷。宋秀莲敢怒不敢言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脚让你婆母踩断了，我要去看大夫，你们要给我出诊金，最起码也要2两银子。2两银子，2两银子足够一家3代人满满当当的吃上1个月了。我没有，断了呀。秦九月走出人群，拍了拍三宝的肩膀，弯腰在三宝的耳边说了一句话，然后便回来。既然是我婆母踩断了大嫂的脚，理应该是我婆母给大嫂出诊金的。只是大嫂，你得证明你的脚是真的断了呀。哎呦，我都疼成这样了，一步都不敢走，我还能骗你们吗？说的也是，你确实应该出诊金。宋秀莲整个人更懵了。这时候，远处传来小孩撕心裂肺的尖叫声。谁落水了？好像是铁蛋儿！来人啊！救命啊！哪个铁蛋儿啊？就是老江家江老大家里的铁蛋。有没有好心人？快来救救孩子呀！铁蛋落水了！听闻这话，江大嫂二话不说，直接从地上爬起来，将围观人群扒拉开，大步流星地往小河边跑去，飞毛腿似的，健步如飞。围观人群也随着一起往小河边跑。秦九月落在最后，他先扶起宋秀莲。没事吧？我不知道他突然出现在我后面，我就轻轻地踩了他一脚，不过一点都没用力，他那是装的。我知道。等到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冲到小河边，小河里安静如斯。我家铁蛋呢？我家铁蛋不会是顺着水流被冲跑了吧？我的铁蛋啊！你家铁蛋是狗尾巴草啊，还能顺着水流被冲走？江家大嫂，你的脚是不是好了？哇，好的真快呀！不是说脚丫子断了？这儿子一落水，你脚丫子自己就给连上了呗？哎呦，真有本事啊！此时，小河下游大树的后面，三宝，你说我们帮你喊，你就给我们猪油渣吃，你不能说话不算话。你什么时候给我们猪油渣吃啊？你家真的有猪油渣吗？要知道，你家可是村里最穷的。我肯定不会说话不算数。等晚上吃了饭，你们去我家，一定一人给你们1大块猪油渣。那就说好了，吃了饭我们就去。不过我们不敢进去你家，你家那只母老虎太凶了。这样吧，我们在你家门口学2声狗叫，你听到声音就出来。好，
完成了任务，深藏功与名的三宝屁颠屁颠的跑到秦九月面前，真棒！不过我要提前告诉你，我答应要给他们每个人一块最大的猪油渣了，你不能从中阻拦我，不然我就变成说话不算数的小孩了。秦九月失笑，点点头，三宝这才放下心来。奶奶，你没事吧？我给你护护伤口。三哥哥，宝宝给奶奶呼呼完了。江大嫂回家以后，先确定了铁蛋平安无事。挨千刀的秦九月又让他给坑骗了。我们可以搬出去住吗？可以是可以的，届时让村里和李正做个文书就成。不过咱们没有钱起房子。第一个目标，赚钱起房子。秀月，你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哎，江青也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可能在家陪老二吧。奶奶，说曹操，曹操到。你快跟我去看看咱们家的稻田去，快点儿！稻谷地里，奶奶，你好好的看一看，稻谷又长了，你看看。对，是稻谷，是稻谷。没想到那个毒妇真有两把刷子。奶奶，就算这一茬稻谷亩产量只有70-80斤，咱们就不亏的，再多一点咱们就是赚的。青野，她是你娘，以后不能再叫什么毒妇，让你娘听到了，心里得有多难受呀。没关系，她又不在乎的。那也不行。奶奶，我晓得了，大不了以后我不叫她毒妇就是了。不过奶奶，我也要提前告诉你，我可以不叫她毒妇，但是我这辈子也不可能叫她一声娘。慢慢来。奶奶，咱们现在一定不能声张。不知道现在要是和咱们一样收稻，乡亲们的稻子是不是也能发出二茬呀？奶奶啊，我的亲奶奶，稻谷二茬的产量咱们都不知道能有多少，咱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。你要是现在告诉他们，若是能收的稻谷，大家皆大欢喜，万一收不到呢，那咱们就成罪人了。听我大孙子的，若是咱们收的稻谷，不用咱们说，大家伙都要来咱们这里取经的。那会儿咱说了办法，干不干就是他们的事儿了，能不能收到稻子也是他们的事儿了。你说的很有道理，是奶奶考虑不周了。这会儿过来好几个妇人。婶子，收都已经收了，你就别想了，再着急上火，把自己熬出什么毛病，更不值当的。嫂子呀，要我说呀，肯定是你们家那个混账媳妇出的主意。你说说这还是个人吗？拿着咱们农民的命根子耍着玩，得亏你脾气好，要是我呀，早就休了不要了。哎呀，是呀是呀，就算是不休啊，回去也得拿着擀面杖狠狠的揍一顿。这媳妇就是欠揍，揍揍就老实了。婶儿，你也别难过，不就是糟蹋了一点粮食吗？没啥，反正你赚钱的门路也是多了去了呢。你们慢慢看，我们先回去了。气死我了！他们怎么会那么信口胡说呢？对了，奶奶，今儿大伯娘是不是找你麻烦了？没有的事。哼，我就知道你又要帮他们说话。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我们没有必要同他们进行口舌之争。说服一个人的最好方式，不是语言，而是行动产生的结果。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我们坦坦荡荡做事做人，对得起自己便可。兄及弟矣，事相好矣，无相由矣。四序鼻祖，注释百堵，西南奇户，原居原处，原笑原语。奶奶，这不是《诗经》吗？你怎么会知道？我也不知道，好似就念了出来，我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什么。是不是以前我爹念书的时候，在家里经常念，奶奶在常年的耳濡目染下，就自然而然地记在了脑袋里啊？可能是吧。等祖孙俩回到场地，秦九月已经把所有稻谷都装了麻袋。你在哪里摘的杏子？在山上摘的，不知道为什么村里的杏子都熟过了，山上的杏子才开始发黄，还有不少呢。等让杏子们再挂挂黄，我就去摘，省得酸倒牙。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高处温度低，果子自然会比平地上熟的慢一些。这个毒妇，这个女人竟然出口成章，难道她也识字读过书吗？我去邻居家借小推车，你
你们娘儿俩坐在这里等一下。奶奶，还是我去吧。别跟人吵架，多说说好话，毕竟是咱们借东西。哎，这是薄荷吧？以前谨言小时念书，春困秋乏、昏昏欲睡的时候，就会抓一把薄荷叶嚼在嘴里，说是提神醒脑。你帮我拿着，我再去摘点薄荷叶。等秦九月抱着一大捧薄荷回来的时候，祖孙俩已经将2个麻袋抬上车。奶奶，我说1、2、3就开始，1、2。哎，等等，就你像小鸡仔似的小身板，我怕你拉完车就完蛋了。把绳子解开。我不干，你干呀。对啊，我干呢。哎呀，九月，不用你快拿着杏子回家。赶紧的，把绳子给我。你和你奶奶换着推，再磨叽太阳都要落山了，大老爷们痛快点。你要是不行了，就嚎一嗓子，别把稻谷翻了。可以走了吗？秦九月轻而易举地将小推车拉起来，宋秀莲几乎只用掌控好小车的方向，根本不需要太大的力气。是谁家的小狗狗吗？不是小狗狗，是暗号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嘿，二哥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啊，小心盘子！三宝脚底像是抹油了似的，一溜烟的跑出去。你们看喽，我没有骗你们吧？哇，三宝，你家那么穷，怎么有钱买猪板油啊？我们家不光买了猪板油，我们家还买了五花肉呢，整整2斤，那么大一块。今儿早上我们全家人吃的是肉丝拌面。哇，我们家都1年都没有吃肉了。你们拿吧。几个小家伙纷纷伸出小手，小手黑的看不见原来的肤色。三宝吞了吞口水，立刻将盘子往自己怀里一收。三宝，你是不是反悔了？说话不算数的人是会被母大虫吃掉的。三宝，你要是反悔不给我们了，那我们几个就天天来你家门口骂你。今儿说话不算数，明儿生孩子不识数。不是的，我没有反悔，只是我想帮你们拿而已。2毛1个，栓子1个，李飞1个，缝蛋1个。好啦。话音还没落下，支撑不住的小手腕忽然一抖，盘子从手里滑下去，啪嗒一声掉落在地上。啊，小哥！完了，我完蛋了。三宝赶紧蹲下来，将最上面没有沾到土的猪油渣放到半个盘子里，沾了一点土的放在另外的半个盘子里。三宝，剩下的你怎么不捡啦？太脏了，不能吃了。啊，那我们可以捡起来吃掉吗？二毛哥哥，脏掉了，肚痛。没事，我娘从地里摘的小青菜，泥巴都洗不干净就开始炒，我都吃了7、8年了也没死掉，也没有肚子痛呀。二毛说的对，我奶经常说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。三宝，那我们回家了，下次有这样的好事再来叫我们。是啊，我觉得这次还没发挥好呢。说罢，几个孩子做鸟兽散。小哥，我们拿锄头做什么呀？三宝已经举起小锄头开始刨地了。小哥，我们到底是在做什么呀？小妹，我们要刨一个大坑。大坑？是呀，要足够能把我埋进去。小哥，死掉了才要埋坑坑的。我觉得我可能也差不多了，就算我自己不死，毒妇也会杀了我的。他打人那么痛，所以我还是自己了断吧。小妹，麻烦你最后把我埋一埋。那边秦九月他们回来5、6趟，才把所有的稻谷全部运回家。情况，三宝和小舒儿呢？方才出去了。我出去找找吧。我也一起去找一找。当秦九月靠近屋后的时候，2个小家伙完全没有发现他。小妹，这个坑好像有点小，它有点装不开我。在这个小坑里，我可能会死不了。要不我们再挖一下？小哥，宝宝好累呀。老天爷呀，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自己杀死自己呀？这是在自杀？娘。哟，你这是受了什么挫折？不想活了？我觉得被你打死，还不如我自己死呢。我为什么要打死你啊？因为，
我打碎了盛猪油渣的盘子，猪油渣都掉到地上了，弄脏了好多，都被二毛他们捡起来给吃了。你肯定要打死我的，你打人太疼了。所以你就想要把自己活埋？别哭了。收不回去了。就这么肯定我会打死你啊？三宝说不出话来，只能点点头。三宝，以前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总是对你们打骂，以后我不会这样对你们了。所以你们也可以尝试着不用这么怕我。另外，你们现在都是小孩子，连大人都会犯错，何况是小孩子呢？只要你们可以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并且加以改正，我都是可以原谅你们的。真的吗？秦九月用力的点点头。你发誓？我发誓，我以后呢，绝不会随便打骂三宝和小舒儿，还有大哥、二哥和奶奶。我发誓，我以后绝不随便打骂家里的所有人，若有违背，天打雷劈。那我就相信你一次吧，就一次。好，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回家了？三宝、小妹，你们为什么又欺负三宝？我没有。你还说你没有？三宝刚刚哭过，小舒儿不可能欺负三宝，除了你还有谁？大哥，不是他。有哥哥在，不用怕。大哥，他真的没有欺负我，是我自己哭的，真的。你自己哭？你为什么要自己哭啊？平白无故的就哭了？你觉得你大哥是傻子吗？你们两个躲开远一点。哎呀，大哥，真的是我自己哭的，因为我把盛着猪油渣的盘子给打碎了，猪油渣也弄脏了，我就特别害怕，我害怕挨打，所以就吓哭了。他没有打骂我，还说没事儿。宝宝可以作证的。少年，冲动是魔鬼啊，好自为之。少年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湿多少洗多少，不然性子容易烂掉的。真是败家娘们儿！等我卖掉这些杏子，给你钱。卖钱？别开玩笑了！你知道山下多少杏子树吗？村里人都吃得够够的了，傻子才花钱买这玩意儿。秦九月自动忽略了江金野的话，认真的洗杏子。他发现对江金野这种死孩子，语言教导是没用的，必须得用实际行动打他的脸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他脸皮还挺厚的，打一次两次完全没感觉，就多打几次好了。天色已晚，月上柳梢头。秦九月一个人去河边取竹笼子，他刚出门，正好碰上隔壁王大娘家的小媳妇儿，也是秦九月婚前的手帕交，更是撺掇秦九月去卖孩子的陈秀秀从家里出来。九月，天都黑了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在他接收的原主的记忆中，这个陈秀秀几乎是每天都要找他，和他各种扯皮，撺掇原主打骂孩子，怂恿原主和婆母吵架。那个，我看你前几日又把2个孩子带回来了，是不愿意卖了吗？哎呀，你就是心肠太好，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对你的，像个小白眼狼似的，也就是你能受着。秦九月原本想说的话在嘴边转了几圈，忽然咽了下去。他叹了口气，装模作样的说道：哎呀，那我还能咋整啊？我还能跑不成啊？我跟你说呀，不行你就跑吧。我听我家男人说，他前几天和村里几个后生一起吃饭，有个叫王大富的后生，说是看你挺好呢。王大富是陈秀秀男人的一个同宗兄弟，25了都还没娶媳妇儿，又馋又懒，长得又丑，一脸的疙瘩麻子，像癞蛤蟆似的。别人家里稻穗满满，他家里野草满满，几亩地都荒了。而且王大富还有一个颇为彪悍的老娘，一言不合就开骂。他最强悍的战绩是拿着菜刀在别人家门口骂了整整3天3夜，骂到人家连夜搬家。别管别人怎么样，孬好是个全乎人，能蹦能跳能动的男人，总比你家炕上那个活死人要好得多吧。九月，看在咱俩从小是一起长大的份上，只要你点头，我立刻就让我男人去找王大富，你俩出去躲一段时间，等你肚子里揣上了你再回来，到时候你婆母不想放人也得放人了。哎呀，可要是村长说我不守妇道，把我沉了鱼塘该怎么办呀？你是不是傻呀你？到
到时候你肚子里揣着老王家的孙子，你说王大富他娘能不保住你呀？咱村里谁不怕王大富他娘啊？秦九月脑子一转，计上心头，还是你对我最好。那这件事情我就交给你了。哎呀，咱俩谁跟谁呢？我也是想要看着你跟个活蹦乱跳的男人，这才不枉做了一遭女人嘛。哎呀，谢谢秀秀。陈秀秀嘴角抽了抽，她最是看不得秦九月的笑了。从小时候，他们村子里的人都夸秦九月长得好看，她一直生活在秦九月的阴影之下。两人每次一块走，别人的目光所及都是秦九月。终于等到年纪大了，该收婆家了，她娘家把她嫁给杏花村的老王家。老王家家境还行，最起码能够吃饱穿暖。王贵也是一个懂得嘘寒问暖的老实人。就在她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不错的时候，她忽然从婆婆口中得知隔壁的活死人要买媳妇儿。陈秀秀心眼不正，她把这件事情透露给了秦九月那个赌鬼爹。果然，秦九月被卖到了隔壁。原本陈秀秀觉得秦九月这次终于不如她家的好了，她终于赢了秦九月一次。可没想到宋秀莲对秦九月像对亲生女儿一般，家里的活儿地里的活儿都舍不得让秦九月去干。每天干活干得腰酸背痛的陈秀秀心里又不平衡了，她开始撺掇秦九月和宋秀莲的矛盾，天天盼着他们打起来，盼着秦九月被休，盼着秦九月被休之后只能嫁一个老官夫。可是每次的矛盾，宋秀莲只会自己躲起来哭，不会迁怒于秦九月。陈秀秀知道孩子是宋秀莲的底线，所以又开始挑拨秦九月卖孩子。原主也是个心坏的，果然抱着孩子去卖，就为了吃上肉。可万万没想到，秦九月又把孩子带回来了。这不是秦九月的做事风格，难道他是知道了什么？我们两个之间再说谢谢就见外了。那我干活去了啊，等你消息。放心吧，我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呢？哼，我要让你一辈子在村里抬不起头。陈秀秀她扭头回家，是隔壁的啊。那个什么，我出去有点事儿啊，你娘要是问起我来，你帮我瞒着一些。天都黑了，你要去哪儿啊？要不我随你一起去啊？不用了。秦九月来到小河下游，收了竹笼子，里面网了一笼的鱼，一条条肥得不成样子，活蹦乱跳的。让你非要在家里煮杏子，能抓到鱼的好地方都被人抢了。你怎么知道只有这里能抓到鱼？因为你就是在这里抓的鱼啊，其他地方我都去过，每次都抓不到的呀。其实抓不到鱼和地方没关系，和脑子有关系。江青也气得一梗，眼睁睁地看着秦九月去了人少的地方，他不信那个邪，也一起跟了过去。像昨天一样，秦九月在附近挖了蚯蚓，放下竹笼子，将一根麻绳压在一块大石头下面。可以了，可以回家了。就这么简单？你确定？当然。你要不要再打赌啊？打赌？江青也想起那一世三宝被迫学2次狗叫的表情，连忙摇了摇头。秦九月嗤笑一声，大步流星地往前走。江青也挠了挠后脑勺，蹲在地上看了一会儿自家的竹笼子。这不是青野吗？我听狗儿娘说你家卖鱼发达了。陈二叔，没有的事儿。你这小子和我还藏着掖着的。二叔是卖了几个铜板，都让那个女人给霍霍干净了。一猜就知道是这样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去山上打柴。二叔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要走了。狗儿娘的嘴真碎，什么东西都往外胡咧咧。那日那个女人打得对，她每次捡的柴都是村里这群孩子们中捡得最好的，因为那些孩子顶多就是山脚下转一转，只有江青野敢只身一人往山里去。秦九月离家之前交代2个小的帮他看着杏子，等他回家，果然就看到2个小团子搬着小板凳，围着盛放杏子的盆子坐着。真乖。秦九月是要做杏干的，他用薄荷叶煮了杏子，做成冰冰凉凉的杏干，可以长久储藏，吃一口便可起到强大提神醒脑的作用，最适合卖给学校里的读书人了。另外一盖屉里是原味的，酸不溜秋，适合怀身子的妇人吃。秦九月洗干净手，去看了看自己的豆芽，顺便他又看了看2小只养在陶瓷罐里的豆芽菜，看了一眼就笑了。这2个小家伙肯定是趁他不在家偷偷看了，估计没有洗手，小手上面的细菌污染到了芽胚，估计再过2天就要烂掉了。
正好趁此机会让梁小芝学习一下什么叫做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九月在吗？九月，你出来，我和你说点事儿。两人来到门外。九月，我和王大富说了，王大富特别高兴，说只要你愿意跟他，他一定会想办法赚钱养家。你看你这边今儿个能跑吗？秦九月挑挑眉头，装作紧张的不行的样子。秀秀，我有点害怕。怕什么啊？只要跑出咱们村，那就一点事情都没有了，幸福生活就在前方了。我倒是随时都可以，不过能不能挑在晚上呀？我知道你是怕村里人看见是不是？我等下和王大富说啊。秀秀，你太好了，你是天底下对我最好的人，你比我爹娘都对我好，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报答你了。哎呀，我们可是从小一起长到大的好朋友，说这些见外的话做什么呢？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。秦九月还真是个蠢货，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，绝对不能让你婆母知道，不然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哦，这个我还是知道的。哎，对了，能不能让他挑一个黑一点的地方啊？不然我不太好意思的。晓得，你快回去吧啊，省得你婆母多心。我现在就去找王大富。眼瞅着陈秀秀开开心心的转身离开，秦九月嘴角那抹傻憨憨的笑容骤然变成寒冽的冷笑。既然别人都算计到自己头上了，那自己也没必要客气了。陈秀秀直接到了王大富的家里。弟媳妇儿咋样啊？陈秀秀点点头，王大富更是高兴的合不拢嘴。他有没有说啥时候跟我跑呀？今天晚上子时如何？那时候夜深人静，绝对没有人的。王大富乐滋滋的点点头。大富哥，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，能不能让他心甘情愿的跟着你一起跑，那就是你的本事了。还有一件事啊，我冒着被老姜家打死的危险来帮你，事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可都不能恩将仇报啊。那是当然，我这几天都没见过弟媳妇儿，都是我自个儿去勾搭秦九月呢。哼，还算是个识相的。你就在村口的小树林里，不要乱跑。这样吧，我们商量个暗号，秦九月去了以后就学布谷鸟叫。好，弟媳妇儿，你想的真周到啊。说着，那只不老实的手从袖子里拿出来，拍了拍陈秀秀的肩膀峰。王大富，你流氓！弟媳妇儿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实在是弟媳妇儿长得太俊了，当哥哥的又好些时候不碰女人了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啊。嗨，等你和秦九月跑了，如花似玉的黄花大闺女就在你跟前，想做什么做不了啊。我去通知秦九月。回去的路上，陈秀秀忽然想到了一件事。秦九月之前春心萌动的时候，喜欢上的是他们村里一个年轻后生，长相俊俏，说话有趣。而王大富又丑又穷又脏，秦九月怎么想都没想就同意了。难道是跟着活死人睡了一炕，睡着睡着就降低了要求，觉着只要能蹦能跳就成？哼，肯定是这样。秦九月从小就那么笨，肯定没有什么花花肠子。他匆匆忙忙跑到姜家，告诉秦九月约定好的时间。秦九月忙到记下了，陈秀秀再三叮嘱一定不要忘记，然后才回了家。娘，你是不是又去隔壁了啊？我怎么跟你说的，让你离那个小贱人远点儿，你非是不听。你要是再敢和那个小贱人走那么近，我就打死你。陈秀秀一边尖叫一边躲，眼睛里吐出憎恨。别打了，你先别打我，我有一件大事跟你说，是可以让隔壁江婶子丢脸的事儿。哎，你个小贱蹄子，废话什么？赶紧说。娘，我听秦九月说，她今天晚上要和王大富私奔，你要是带上村里的人去捉奸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我保证比珍珠还要真。王大娘得意洋洋的点点头。被捉奸，被休弃，嫁给王大富，穷一辈子。秦九月偷摸爬起来，隔壁的陈秀秀和王大娘婆媳俩同时爬起来，婆媳俩各自去做各自的。秦九月刚出门就碰上陈秀秀，月光下，陈秀秀指了指村口，秦九月背起小包袱，直直的朝村口跑去。只是过了一炷香的时间，秦九月突然去而复返。九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秀秀，我没看到王大富啊，你没有学布谷鸟叫吗？怎么没叫啊？我一直在布谷布谷，
嗓子都快不箍哑了。他是不是反悔了呀？那我还是回家睡觉吧，又不是求着他。哎，九月，别，这样吧，我去帮你看看，会不会是他待太久了，睡着了呀？你不是说都处理好了吗？你别着急，哪能说不跑就不跑了？我去看看，走。他拉着秦九月大步流星地往村口小树林走去。快到村口小树林的时候，秦九月忽然被石块绊倒在地上。哎呦，我的脚好痛啊！还能走吗？哎呀，我尽力。秀秀，你赶紧帮忙去把王大富喊到树林口，等我过去的时候，我们抓紧时间跑啊，成不？陈秀秀也是这样想的。要是他扶着秦九月慢悠悠地走，估计还没有和王大富会合，婆母叫的人就已经到了。你尽量走快一点，我先去树林里找王大富。你要是还没到的话，我就让王大富过来背你。哎，秀秀，咱可都说好了，今天晚上要帮我跑掉的，你不能说话不算数。当然了，我陈秀秀办事你还不放心吗？我现在就去找王大富。陈秀秀一鼓作气，一直跑到村口。回应他的只有风吹过，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陈秀秀大着胆子进去树林。王大富，大富哥，你在吗？往里走着走着，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。王大富，你在磨蹭什么呀？王大富头脑一热，竟直直地上前跑2步，冲到陈秀秀面前，挡住她的去路。你这是想做什么？我告诉你，秦九月就在外面，你现在出去，想对他做什么都可以。王大富吞了吞口水，他一把拉住陈秀秀，按在地上。放开我！陈秀秀拼命地挣扎着，大声呼救。秦九月站在树林外，脚下的土地微微颤抖。有人来了，他立刻闪身躲开，从另外一条小路匆匆忙忙回了家。翌日一大清早的，村长媳妇儿过来叫人：婶儿，老四媳妇儿，那边有点事儿，得你们婆媳俩过去一趟，你们随我走一遭呗。是他杨伯娘啊，孩子还没吃呢，有点急事儿，真的很急。哎，娘，回来再做饭吧，别耽误了杨嫂子的急事儿。宋秀莲点点头，跟着村长媳妇儿离开。大哥，你去看看发生了什么，回来告诉我。难道是和那个毒妇昨夜出门有关？村长家，陈秀秀的眼睛都哭肿了。九月，九月，你快来给我作证！你快说，是你想和王大富一起私奔，不关我的事儿啊！秀秀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什么私奔啊？还有王大富，我平时都没有同他说过话，怎么能和他私奔呢？陈秀秀愣住，如同被五雷轰顶，彻底懵了。村长杨万芳黑着脸问：江老四媳妇儿，我问你啊，你之前有没有让陈秀秀帮你和王大富私奔呢？我说了，我都没和王大富说过话。你撒谎，你胡说八道！村长又看向王大富：是那个秦九月亲口告诉你要和你私奔的？没，是陈秀秀来我家，告诉我秦九月想要和我私奔，因为他不想和他的活死人相公一起生活了。你怎么解释？秦九月撒谎！村长，昨儿夜里秦九月还出来了，在去森林的路上他脚崴了，我才帮他去通知王大富的。不信你们看他的脚。村长媳妇儿走了过去，秦九月伸出2只脚。嫂子，你看吧。村长媳妇儿查验了一下，孩子他爹没受伤的痕迹。这怎么可能？不是的，村长，他昨儿夜里跟我一起出来了，他出门了。不信，你们问问宋秀莲。不等宋秀莲回答，不能问宋秀莲，宋秀莲偏向他，问江家的孩子们。孩子们？江清矿知道他昨晚出去了，那个最恨他的孩子会不会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？秦九月心中没底。媳妇儿，你再去老江家跑一趟啊，把江家那几个孩子一起带过来。哎，我们家老二不良于行，把老大、老三和老四带过来就好。不行，江清矿也要来。秦九月是心虚了，江清矿必须要来。村长，江清矿一定会讲出实情的，江清矿一定会还我一个清白的。村长微微颔首，也就表明默许了陈秀秀的话。村长媳妇转身离开，去找孩子们。在众人的各怀心思中，江家的几个孩子被带来了。清矿，你快点和村长他们说，
昨天晚上是不是知道秦九月出门了？老王家的，你别吓着我们孩子。昨晚上9月本来就没出去，你让孩子怎么说？你说的不算，你一直向着秦九月，要孩子说的才算。孩子，你快说呀！哎呀，行了，都别说了，让孩子自己说情况啊。我问你啊，昨儿个晚上你娘出门了没有？江清况低下头，目光落在自己不良于行的腿上。若不是秦九月，自己的双腿也不会变成这样。江清况倏然抬眸，偏执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秦九月。昨晚上深更半夜，我是听到他起床的声音。不管怎么样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吧。你们听到了吧？孩子总不可能撒谎吧？秦九月昨儿就是出去了，他是随我一起去村口找王大富私奔的。结果他的脚腕扭到，就拜托我去叫王大富回来背他。没想到王大富不是人，他竟然想要欺负我。正好我婆母及时赶到，救下我。眼看着两人东窗事发，所以他们才把所有错误全都推到我的身上。村长，你要为我讨回公道啊！我做错了什么？错就错在心软，答应了秦九月。秦九月身为人父，不守妇道，知错不改，诬陷他人。村长，你要做主，把他逐出我们杏花村，让他永远不能踏进杏花村半步。不要给我娘走，我娘是好娘。我话还没有说完，我听到他起床，去院子里上了趟茅房就回来了，前后不过眨眼的时间而已。不可能，你在撒谎，你在包庇秦九月。哼，你方才刚说，孩子怎么会撒谎？江清况，你我知道了，肯定是王贵媳妇看上了我，想跟我私奔，这才借了秦九月的名义。毕竟她是我弟媳妇儿，我王大富就算再怎么不识数，也不可能带着自己弟媳妇儿私奔的。我呸！就你长得那个丑样，像癞蛤蟆似的，我能看上你？别做梦了！那你昨天晚上还勾引我？让你胡说八道！明明是你想欺负我，幸好我婆母来得及时才救下我。昨晚上老王嫂子去我家叫醒我的时候，也说是江老四的媳妇要跟人跑啊。要是王贵媳妇儿想要和王大富私奔，这咋可能告诉老王嫂子嘛？对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想起来了，这件事情似乎也不怪秀秀。要是我没记错，秀秀好像是和我提过，说我相公是个活死人，在我相公身边不能体会到当女人的乐趣什么的。我当时只当是听了一个玩笑话听的，因为那会儿我急着去做饭，也没听清楚秀秀在说什么，就敷衍的了2声。这样倒是可以说得通了。这样说起来呀，老王家的这个儿媳妇可真不是省油的灯，一边撺掇着老江家的小儿媳妇和大富私奔，一边呢又让婆母去带人捉奸，心也是脏的。王贵媳妇儿，你和老四媳妇儿是手帕交，你咋做得出来的呀？是呀，幸好老四媳妇儿没去，不然呀就得沉塘了。小年纪呀，心思还真恶毒。王大娘，你这是找的什么媳妇儿啊？嗨，可别这么说，王家嫂子算起来呢，也是参与者呢。陈秀秀瘫坐在地上，她是被洗清了和王大富私奔的嫌疑，可现在这个局面也不是她想要的。秦九月绝对不是以前那个秦九月了，今日之仇她一定要报回来。好了，既然事情的真相已经明了了，那就成了各家的家事了，大家伙都散了吧啊！你们也回去吧，自家人关起门来商量商量该怎么办。村长，没有真相大白，秦九月他……王贵媳妇儿，起初你说要找江家婶子当证人我允了你，你又说江家婶子不公正，又要江家小哥当证人，我又允了你。是你信誓旦旦地说孩子不会撒谎，可你又不相信清况的话，只要结果不如你的意，难道就是大家伙合伙撒谎吗？行了，都回去吧。看热闹的大家伙也陆续离开了。你怎么想？哎呀，就老江家那个小媳妇儿不是个省油的灯啊。你不相信老四媳妇儿说的话，
那小媳妇儿总共说了几句话，可每句话都对局势起到的是陈秀秀不可挽回的作用，也引发了舆论的一边倒。就算这件事情将最阴暗的地方全部归咎于小媳妇儿身上，小媳妇儿的错也远远比不上王贵媳妇儿造的孽，所以他才把这事儿简单了结了。毕竟不管小媳妇儿有何心思，陈秀秀做的事儿也跑不了，他倒不如趁机卖给小媳妇儿一个人情。听完自家相公的打算，怪不得都说你是个老狐狸呢。哎，对了，我看老姜家的那个小媳妇儿似乎和以前不一样了。我也看出来了，我去叫人的时候就看出来了。嘿呦，还真是稀奇了。有啥好稀奇的？估计是自己想开了。婶子这么好的人，家里的娃娃们又听话乖巧，只要她不做，就是圆圆满满一家人。也不知道怎么了，竟然就顺了这个毒妇的意。想想当时的场景，似乎是小舒儿，他舍不得看小舒儿哭。宋秀莲在灶房里做早饭。哎呀，不知道孩子爹啥时候回来啊？咋的？想了？哎呀，二嫂说什么呢？是孩子想爹了。隔壁老王家。哎呀，棍儿啊，虽说娘一直不喜欢你这媳妇儿，但是今天啊，我还是得说句公道话，你的媳妇儿绝对不是能和王大富私奔的人。这件事情娘知道，你这媳妇儿她也是好心，想让隔壁的那只老狐狸丢个人，给娘出一口气。还有啊，你这心里也不需要有疙瘩，我去的及时，没让你媳妇儿受了委屈。王大富呀，啥也没干。娘，江婶子到底怎么你了？让你如此记恨于她？你们不惜弄出这么一个局，你们……哼，他得罪我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。不仅不原谅，我还会跟他杠到底。相公，你不能不要我，要是连你都不要我只能去投井自尽了。相公，你别听王大夫他胡说八道。媳妇儿，你日后安分一些，不要总弄这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，成吗？成。赶紧做早饭去，这就要把人饿死。哎，女人家干的事儿，你整日往厨房里钻算什么呀？老实给我待在这儿，大老爷们儿就得勤吃勤喝。娘，你和儿子说句实话，隔壁的江婶子到底怎么欺负你了，让你这么记恨人家？哼，去问你那个死爹吧。爹，我问你个事儿。啥事儿啊？我娘为什么和隔壁的江婶子水火不容的？他们两个这么大年纪了，到底有什么解不开的深仇大恨？我刚问我娘让我来问你。也没啥事儿。爹，你说呗。还没有你的时候啊，我跟着你隔壁的江叔去山上打猎，我们在悬崖下捡到了一个少女。那会儿啊，我年纪早就超过了适婚年龄，和你娘定亲了，马上赶到腊月底成亲。你江叔呢，成亲早，虽然啊比我小半岁，但那时候啊，人家都3个儿子了。不过老三出生的时候啊，当娘的就没了。那会儿是8月份吧，我俩呀把女子救了出来。当时你奶奶还没走，就放在咱家里，你奶奶照顾着。女子醒来后啊，却发现自己失忆了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那会儿啊，鬼迷心窍，非要和你娘退亲娶她。幸好你奶奶死活不愿意，就把人呢从我家呀赶了出去。走投无路的女子啊，无处可去，你江叔只能暂时收了她。后来你江叔啊就把她娶了当续弦。年底啊，我也娶了你娘。你娘嫁过来之后，不知道听到了谁的碎嘴子，哎呦，就知道了这事儿。从那时候开始啊，就对你婶子鼻子不是鼻子，眼不是眼的。我多看你婶儿一眼，你娘啊就得哭上半天。我和她多说一句话，你娘就得闹上半天。你江叔没了以后啊，大家都是街坊邻居的，按理说应该搭把手，是吧？哎，可你娘不同意啊，咱们只能跟隔壁断了关系。哼，原本寻思着仇啊也是我们这辈儿的仇，怨呢也是我们这辈儿的怨，你们当小辈儿的好好处就是了。可万万没想到啊，你这媳妇儿对隔壁家的媳妇儿竟然也……哎呦，这就是命吧。以后啊，井水不犯河水就是了啊，没必要非得拼个你死我活，都是一个村子里住着的。
还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街坊。棍儿啊，你得劝着，有时候这个媳妇儿啊，脑子一根筋，爱钻牛角尖儿，这时候你得出来拽拽，不然呀，非得一条道走到黑喽。爹，我晓得了。要收稻子了，你弟也该回来了吧？王贵有个弟弟叫王安，日前正在镇子上的员外家里干零活。老王家的，老的少的都给老娘出来，给老娘滚出来！王大夫那不讲理又泼辣的彪悍娘来了。嚎什么嚎啊，嚎丧呢！你们家的贱媳妇儿啊，自个儿和别人家的媳妇儿有矛盾，非得把我儿子扯进来。我们老老实实的大富啊，还没娶媳妇儿呢，被你们这么一搞，外面的名声都坏透了。你说哪家的媳妇儿还敢嫁到我们家哟？哎呦喂！你们真是欺负我孤儿寡母，想让我们家断子绝孙了呀！哎呀，好歹咱们也算是同一家，你们怎么就这么恶毒啊？你们怎么就按着我们一家子欺负啊？你们就不怕天打雷劈啊？你们今天不给我一个公道，我就死在你们家门口！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看谁怕谁呀！哎呀，嫂子，咱进屋说成不成啊？咱别让人家看咱们家笑话呀！哎，正好咱家没吃饭呢，倒上2两小酒，咱们坐下来聊一聊啊！哎呀，王贵娘啊，你决定我就知道你想拉什么屎！我竖着进你们家，非得横着出来，你们家非得把我揍一顿的，我才不去的。正好这乡里乡亲的都在啊，你们就在这儿给我一个公道，不然我死在你们家！哎呦喂！哎呀，那你说要怎么办呢？老婆子也不为难人，只想让你们想办法让这件事从未发生过，不然你们就让我家绝根儿了。江家隔壁就是这么打架的呀？超凶！那最后谁赢了？是王大夫他娘赢了，隔壁王奶奶给他银子了嘞。王大夫他娘还真是有致富头脑啊，没想到还能从这里讨到银子，厉害了呀！秦九月起身，三宝连忙问道：“你要去抓鱼吗？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？”当然。小舒儿也想去，但他刚刚已经答应二哥今天在家里陪他。小妹，要是想去就一起去。宝宝陪二哥，二哥可以教给宝宝编笼子吗？小妹，你的小手太嫩，容易把你手划破。我们家的小妹也想赚钱了吗？不是啦，宝宝想编个小笼子，让娘去抓鱼。小妹，告诉二哥，你现在是不是很喜欢他？谁呀？就是你叫娘的那个人。对。说的斩钉截铁，小孩子的喜欢似乎来得容易许多。江千邝抿唇，可是他不是小孩子了。小河边，秦九月提起竹笼子，却发现笼子空空。这不应该啊！四下望了望，秦九月看到不远处江清野的身影。方才人越来越多，有人总想要靠近竹笼，我不太放心，就提前拽出来了。也是有不少的鱼儿，你看看这些鱼，加上昨天那些鱼，我们已经有满满一大木桶了。你明天要去镇上卖吗？捡点田螺。哎，那玩意儿可腥了，奶奶以前做过。快点，多捡点。你是要拿到镇上一起卖吗？田螺一般没人要，因为做出的味道不怎么样，所以小河里多的是。不一会儿就捡了满满的一竹笼。差不多了，回家做饭了。三宝可以出去和孩子们玩的，但是吃饭之前一定要回家。好。刚进家门，里面热闹的声响传来，江老大、
姜老二和姜老三回来了。三人都从外面带回来不少吃食，男人们抱着自家好久不见的儿女，笑意洋洋。今日是娘抱你，日后等你爹醒过来，你爹也会抱你的。秦九月去灶房做饭。娘做的东西真的是太好吃了！哇，天哪，你真把田螺炒这么香！哎，第一，你没洗手；第二，你有任务，喏，把这一碗田螺去给村长送去。给这么多吗？少年，格局小了，能不能把你的眼光放长远一点啊？哼，你才没有资格教训我！哎，顺便路上找找你奶奶，把三宝带回来一起吃饭。堂屋，咋回事？出去几天，咱家咋就变天了？哎，老四家的什么时候这么勤快了？还去炒菜？哎，甭说，哎，闻着味儿还挺香的。哼，你还说？你不在家的这段时间，我可让你那个后娘和你弟媳妇给欺负死了。他俩合起伙来欺负我，尤其是那个秦九月，对我又打又骂的，还把腥气的生鱼啊往我嘴里塞，我都不想活了。真的假的？我还能骗你不成？这可就过分了啊！他们还有没有把我这个一家之主看在眼里？还一家之主呢，人家恐怕呀早就不把自己当成你们老姜家的人了。要不然啊，炒了嫩多的田螺，让江青野去给外人送，都不给你送。本来就该先给外人，再给家里人啊！你别急，迟早得给咱们家送。哎，对了，铁蛋骂人跟谁学的？还能跟谁学啊？还不是跟着北屋里学？以后不许跟着四婶学骂人啊，不然爹打到你屁股开花。江青野是在自家稻子地里见到的宋秀莲。奶奶，吃饭啦！宋秀莲又来看他们家地里的稻穗了，看着休眠芽一点一点长大，稻穗一点一点饱满。宋秀莲心里是说不出的欢喜，他们今年冬天终于不用挨饿了。祖孙俩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江青也不停地说着家里的田螺多香。宋秀莲笑着听着。青野呀，现在有没有觉得有个娘很幸福？才没有。三宝，回家吃饭了，我们明天再玩。三宝，你们家还有猪油渣吗？没了。让我奶奶给包饺子了，猪油渣或韭菜馅的，都把我吃撑了。不过年不过节，你们竟然吃饺子？那三宝，今天晚上你们家还吃什么好吃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回去看看吧。要是有好吃的，我就偷偷藏一点，明天来玩的时候拿给你们。好啊好啊，三宝，你可得藏好啊！不能让你后娘见了，不然呢，她会打死你的。不过我后娘现在不打人。不说了，我走了。奶奶，大哥，又跑来着。奶奶，就跑了一点点，后来我们就一直在比谁撒尿撒得远。江青也扑哧一笑。大哥，你别笑了，我可是第2名。要是哥在科举考试，我就是3顶甲中的榜眼。你一个撒尿比赛，竟然还和科举考试约摸上了？你这么能，咋不上天呢？祖孙3人背对着红遍天的夕阳西下，慢悠悠的回家。哎呀，九月辛苦你了，我出去一趟就给忘了时辰。你说我这是什么脑子？没关系，洗手吃饭吧。最近的日子对于孩子们来说，好像到了天堂一般，每天都可以吃肉，每天都有4道菜，每天都有软软的窝窝头，以前做梦都不敢这样做。堂屋的姜老大一家，还不吃饭吗？再等一下，按理说是时候该送来了吧？怎么还没有送来呢？铁蛋儿，你爹爱吃不吃，咱们娘俩吃。你爹跟个傻子似的，还指望老四家的来给你送吃的。哼，老四家的不找他要吃的就不错了。等了许久，姜大嫂一顿饭都快吃完了，姜老大也没有等到人来这送田螺。老四媳妇这个妇人真是。饭后，三宝蹑手蹑脚的跑去柜子前，一只小手扯开自己的兜兜，另一只小手慢慢的捡起盆里的田螺往兜兜里塞着。装好了没有？还差一点。你打我吧，但是别用棍子打好不好？就用你的手打，啪啪啪的打我，不要棍子。秦九月慢悠悠的走上前，三宝浑身哆嗦的不行。
我错了。哦，那你说说，你错在哪儿了？我不该偷偷拿田螺的。站好了，告诉我为什么要偷偷拿田螺？我想给二毛他们尝尝。是你的朋友？哎，小舒儿，去帮我拿个碗，好不好啊？不要啊，妹妹，看来要被碗打了。爷娘，爸爸棒不棒？看图，特别棒。秦九月上前2步，端起放田螺的盆子，往碗里倒了大半碗田螺。喏，去和你的朋友们一起分享吧。三宝倏地瞪大眼睛，不敢置信。秦九月说完话就离开了，只有手中沉甸甸的碗告诉三宝，这一切都不是在做梦。没几日，这天天不亮，秦九月便起床，先将豆芽菜全部割下来，放在盛载半桶水的水桶中。之后，秦九月又将昨日从小河里捞出的30多斤田螺分2锅炒了。四弟妹，炒菜呢？秦九月应了一声，没有转身，继续翻炒。哎呀，这是做的啥呀？田螺。他不喜欢姜老大，原生的记忆中，姜老大这个人欺软怕硬的厉害，还不把宋秀莲放在眼里。宋秀莲是姜老头的续弦，也是明媒正娶的，但是在姜老大眼中，一直把宋秀莲当个老妈子对待。他们兄弟3人都是宋秀莲拉扯大的，但是姜老大对其却没有1分1毫的感恩的心，甚至对于同母异父的弟弟姜老四也是不喜得紧。你大嫂也做过田螺，当然不如你这味道香。你做这田螺的味道，闻着就流口水啊！那你赶紧回屋拿金子擦擦吧。姜老大气呼呼的转身离开灶房。想吃田螺？做梦了吧！他把2大锅田螺倒在桶里，拎去了北屋；2桶鱼儿也混在同一个桶里，也拎去了北屋。之后简单的做了刀削面。用过早饭之后，秦九月带着宋秀莲、江青野和2个小的一起到村口坐车去镇上。2个时辰不到，驴车已经停在枫林镇镇子口。秦九月在人流聚集的地方找了个位置。那个，你带着2个孩子在这里卖田螺吧，1斤6文钱，2斤10文钱，买的多了就酌情让点，我去就回。那，这是10文钱，你先收着。等下要是官差过来收摊位费，你就直接给他2文。好。然后秦九月带着江青野去了千禧酒楼。哎呦，我的小嫂子，你终于来了！我这几日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的盼你呀。掌柜的，鱼给你送过来了，还有这个。那上次做的鱼，下面用的青菜是小白菜，口感其实不太好。豆芽菜才是水煮鱼片的灵魂伴侣，你可以先让后厨做一份试试。哎，我相信小嫂子。这个叫什么豆芽菜的菜怎么卖？3文钱1斤。不过掌柜的，豆芽菜要当天吃完的，隔夜的豆芽菜会产生毒素。你看你这边收多少，剩下的我再去其他地方卖一卖。那小嫂子这里有多少？80多斤。掌柜的，1份鱼大约么放2-3两就足够了。能行，我都要了。最近这几天，他们酒楼每日能卖出去300多份水煮鱼片。咱们的鱼呢，还是按照原价，1条1斤以下的10文钱1斤，高于1斤的12文1斤，行吗？秦九月点点头。掌柜的，平日里你们家的鱼都是从哪里买的？这每日早晨都会有货郎来送，是从很远的鱼塘送过来的。为了多运鱼啊，都没有水，来的时候大多也都是死鱼了，所以说这个价钱相对便宜一些。可是这个味道自然不如小嫂子这些活蹦乱跳的鱼了。哎，小嫂子，刀鱼可以留下，州府的人等会儿就会过来，届时直接让他们带回去，他们给你按啥价，我就带他们给你多少银子，免了小嫂子这一来一回的绞成。这当然是最好不过了。秦九月道了谢，掌柜的将小算盘拨得啪啪作响。秦九月总共从掌柜手里拿到2两600文，拿着掌柜的给的银子，秦九月和江青野一同离开了千禧酒楼。宋秀莲身后跟着2个小萝卜头，一大2小都呆呆的，也不知道吆喝吆喝。九月啊，娘没有卖过东西。没关系，我来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新鲜可口的炒田螺，6文钱1斤，1斤只要6文钱啊
6文钱你买不了吃亏，6文钱你买不了上当，6文钱送你一场味觉盛宴。他怎么好像什么都会啊？就是在河里捞的田螺吗？6文钱一斤，哼，小娘子真敢要，这玩意儿在河里都没人要的。来，大家伙都尝一尝，这田螺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主要是我家的独家秘方，配料什么的都老贵老贵的。哎呀，反正就算我说出话来，味道不好也白搭。听我夸的天花乱坠，不如自己张口尝一尝。来，大家伙都尝一尝，多拿2个。大家伙半信半疑的尝了尝，眼睛忽然一亮，滋味倒是真不错，又香又辣，贼下饭。贤娘子，滋味是真好，可价格是真贵呀，能不能便宜啊？是啊，咱们都是真心诚意的要，小娘子给个实在价。哎呀，那成吧，看在第一天摆摊的份上，那就10文钱2斤。哎，不过买1斤还是6文钱啊。给我来2斤，我家娃子们啊指定爱吃。我也要2斤。门可罗雀的小摊前瞬间热闹起来。太好啦，我们家又赚钱啦！娘亲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最会拍马屁的小妹。我们现在就去给小舒儿买好吃的，好不好？这次的大采购带着宋秀莲，秦九月这次给孩子们买了许多吃食。他本来打算去成衣铺买几身成衣的，被宋秀莲软声软语的劝阻住了。九月，咱不花那个钱，娘会做衣裳，娘给你做。哦，对了，我上次有买布料的，我们一家人1人1件衣服，差点给忘了。宋秀莲还以为是秦九月给她自己买的，一直没敢动。最重要的是要去粮铺里买黄豆和绿豆。既然已经确定了销路，秦九月每样豆子买了50斤，紧接着又去杂货铺买了太油。一家人收获满满的赶去了镇子口，在路上又割了3斤猪肉。哎，我记得前不久你刚从我这儿割了2斤肉，今儿个又要割3斤，家里挺宽绰呀啊！主要是给娃娃吃。当老郭头看到老姜家又是大包小包的走过来，他的惊讶之意无以言表，这也太好了吧！老姜家难道真像他们所说的富裕了？郭叔，我想麻烦你一件事。老四媳妇儿，你说就是，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？郭叔，我知道你每日都会来镇上，我经常呢要给镇上的千禧酒楼送货，但是来回一趟1整天，太耽误时间了。我寻思着，你能不能帮我把东西送到千禧酒楼去啊？行。郭叔，那每一趟我就给你20文。你把你郭叔我当成什么人了？举手之劳而已，怎么能要你们的钱呢？我和你公公也是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，现如今你公公不在了，大的事情上帮不了你们，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算得了什么呢？哎呀，郭叔，这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啊，更别说我这几个桶要占你车那么多地方，这是你应得的呀。老郭头执意不要钱，免费帮他们。哎，郭叔，要不然这钱我就给别人赚了啊。你这丫头，钱多都没处花了，非得往人家手里塞钱不可。你们家的光景我知道，你们，唉。郭叔，那咱们就这样说定了啊。每次送货的前一天，我会去你家里说一声，第2天你在驴车上给我的桶留点位置。哎，放心吧，老四媳妇儿，你们莫不是卖鱼赚了钱？郭叔，你也可以让你家里的年轻人出来抓鱼卖啊，咱们抓的这种活蹦乱跳的野生鱼最受酒楼欢迎了。还是算了吧，夏天的时候也没少抓，一家人一晚上不知道能不能抓2条小黄鱼，第2天一早顿顿都不够孩子们吃的。秦九月一手拎着50斤豆子，轻而易举地往北屋走去。他什么时候这么有力气了？以前挑一桶水都能翻倒。走了，青野拿桶，三宝和小舒儿抱着你们的吃食回家了。姜老大和姜老二一家都不在，都随着媳妇儿过娘家去了。进去北屋，姜青野看了看便桶，老二，你今儿没尿尿啊？是三伯伯过来过2次，帮忙倒去了茅房。你三伯娘给你做饭吃了。姜清矿点点头。姜老三是他亲手从小奶娃带大的，老三倒是个好的，只是碍于头上还有老大老二，老三又不想惹麻烦，所以也就只有趁着那边不在家的时候，
偷偷摸摸的接济接济。奶奶，那个娘，我们快点算算今儿赚了多少钱吧。九月，都给你。哎，钱都是钱。秦九月算了算，他今日从千禧楼掌柜那边得到2两600钱，30斤爆炒田螺总共卖了150文，买了100斤豆子花了500文，1斤太油讲了讲价，花了1两银子，给孩子们买吃食、买肉、买香辛料等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花了400文，剩下了850文，连带着上次剩下的一起，秦九月现在手里有差不多2两银子。1斤豆子大约能发8斤3两豆芽菜，豆芽菜3文钱1斤，豆子5文钱1斤，也就是1斤豆子能赚20文。我们每日保证往千禧酒楼送10斤豆子发的豆芽菜，净赚200文，去掉给郭叔的20文跑腿钱，还有180文啊。另外是爆炒田螺，田螺是从河里抓的，不要钱。但是炒田螺所需要的花椒、辣椒、香辛料和太油都不是便宜的。我算了一算，30斤爆炒田螺，我们大概只能净赚50文。然后是活鱼，小鱼1斤10文钱，大鱼1斤12文，也就是说20斤鱼净赚至少200文啊。我现在有这么一个打算，豆芽菜我们是要长期为千禧酒楼供应下去的，每日180文，稳稳妥妥。爆炒田螺可有可无，闲来无事去卖一卖也成。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其实是活鱼，我想在稻田里养鱼，实行稻鱼混养。如果鱼的销量前景较好，我想再挖鱼塘，你们觉得呢？在稻田里养鱼能行吗？不试试看怎么知道行不行啊？说要去小河里抓了鱼，放在稻田里，让大鱼生小鱼吗？不行，徒手抓的鱼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受伤，它们是活不长的。3两天还行，除非你去河里捞鱼籽，或者直接捞鱼苗，否则想要养鱼就要去买鱼苗。对，眼下时节得买鱼苗，明年开春倒是可以捞鱼苗、鱼籽。九月，鱼苗最好的下放期间是谷雨前后，现在下鱼苗还能行吗？谷雨前后的确是最好的时间，但是我们杏花村的夏日比较长，10月份的气温还很高，而鱼苗则需要1个月的时间便能长成手掌长短。如果密度合理，还有可能长得更大更快。我们只要在冬日来临之前将鱼全部卖出去就好。小鱼不会把稻子咬断吗？它会把我们的稻米吃光光吗？不会的，小鱼的活动呢会对稻子产生良好的影响，比如呢，鱼儿可以除草松土、保肥施肥，利于水稻分蘖和根系发育，控制病虫害。稻子又为鱼儿遮阴蔽日，让它们迅速增肥，最后实现2者的双丰收。我觉得可以试试。要是你想试，那就试试。只是不知道买鱼苗得用多少钱，咱家这些钱还够不够呀？我爹也该含参片了啊！宋秀莲尴尬的搓了搓手。谨言每日只能进些水，偶尔吃点稀粥，长此以往，这身体是受不住的。所以大夫让每半个月给他含1片参片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娘，你出来一下。宋秀莲赶紧出去。三儿，咋了？江老三拉着宋秀莲走到角落里，将握在手里的1两银子塞给宋秀莲。娘，你收着，别声张，给四弟去买参片。娘不要，你自个儿收着。你媳妇儿是不是不知道？我媳妇儿知道，让你别声张，主要是别让大哥二哥他们家知道。娘，我知道你受委屈了，你把我从小带大，对我比对亲儿子还亲，我却不能光明正大的给你养老，我就是个小白眼狼。孩子，不这么说，不能这么说啊！那娘你就甭推辞，把银子收下，别给了弟妹，省得又让她乱花了。宋秀莲拿着银子回来，给秦九月看。你三哥三嫂送来的，既然是给你的，你就收着。去把咱们买的栗子糕给你三伯伯家送点，先去洗手。二毛说了，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。咱们家还缺你一句洗手的水不成啊？赶紧洗，脏乎乎的和小乞丐似的。三宝扁了扁小嘴，把小手认认真真洗干净了，才进屋里去拿栗子糕，和小舒儿一起送去老三家。栗子糕甜甜软软的，跟铁根果
哥吃的。哎呀，铁根哥哥不吃，你们赶紧拿回去。三伯娘，我们家还有，这是我娘让我们给你送来的，你们就剩下给铁根哥哥吃吧。这竟然是秦九月主动让孩子们送过来的，还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因为大嫂二嫂都交代自家孩子不要和老四家的孩子玩，所以铁根和2个孩子也并不熟悉。铁根，你去门口看着，要是老远看见大伯二伯他们回来，就赶紧跑回来和娘说一声。铁根立刻就去了。三宝和小舒儿要回家。哎，等一下！说着，江三嫂迅速从柜子里拿出几身衣服，也来不及叠一叠，就一股脑的让2个小家伙抱起来。男孩子的衣服啊，是铁根哥哥穿小的；女娃娃的衣服啊，是我娘家侄女穿小的。我都给挑了好的，让你奶奶和你娘不要嫌弃。谢谢三伯娘。这时，江三嫂才放2个小家伙离开。媳妇儿，你真好，谢谢你。人心都是肉长的。老四没回来的时候，家里几个孩子都是婆母看大的，我一直记着婆母的恩情。只是你不在家的时候，我只能随着大嫂二嫂。哎呦，怎么还拿回来了衣裳？三宝赶紧把三伯娘的话重复了一遍。倒都是好的，那就留下来吧。小孩子穿衣裳费，放着一起换着穿。那个，你有空做做衣裳吧。等下我给你量一下身量。我去你郭叔家，请你郭婶儿帮忙剪一剪。许久不剪衣裳，我手都生了。行，你看一下布料的多少。最多的2块布料是你和我的，最小的2块布料是三宝和小舒儿的，中间2块布料是老大和老二的，别弄错了啊。宋秀莲的眼眶微微发红。我吃完饭就去，我先去做饭了。喂，干嘛？鱼苗要去州城买，要连夜起身，第2天一大早去鱼苗铺子买。这时候的鱼苗应该不多，所以越早动身越好。你怎么那么了解啊？你爹以前卖过鱼啊？废话真多。小破耗，一点都不可爱。隔壁老王家，你个懒婆娘，拿着出去抓鱼当借口，不干家里活，你抓个卵卵啊你！又懒又馋又尖又滑，快给我做饭去！再磨蹭，我就让王贵休了你！赶紧的！娘，我也是为了咱们家好。秦九月每天抓老多鱼，在镇上换了不少钱，半个月都割了2回肉了。我这不也是寻思着，也想赚了钱买点肉给你和爹吃吗？那你抓到了？没有。陈秀秀也是纳闷了，她每次洗衣裳都能看到秦九月和江青野的竹笼子里满满都是鱼。今天趁秦九月不在，她赶紧拿着竹笼子到秦九月经常下笼子的地方下了整整1日，却连一条巴掌大的小鱼都没捞上来，只捞上来一只癞蛤蟆。为什么秦九月他们就能抓那么多鱼？那要是以后我每天都跟着秦九月，紧贴着秦九月的笼子旁边下笼子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抓到鱼了？哎呀，要是我和秦九月没有闹矛盾就好了，秦九月一定会把鱼分给我一半的。而秦九月也在发愁，他发愁买鱼苗的启动资金要从哪里来。赚钱怎么样才能赚大钱呀？哎呀，好难啊！当天晚上，秦九月又做了一个梦。天亮以后，秦九月连忙爬起来，穿好外衣，拎起水桶就往外跑。江青野好奇地追了上去。秦九月提着水桶到小河中游，二话不说就下了水，看到了一块灰黑色的大岩石。梦中的地方就是这里啊。秦九月搬开石头，这块石头长得特别奇怪，下方正中间往里面凹陷了一块，而凹陷进去的地方却趴着一个巨大的蚌。他赶紧放进木桶里。秦九月在水深之处又摸到了几个大蚌壳。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回家以后，秦九月就迫不及待地开蚌，缓缓地撬开，雪白色的蚌肉露了出来。哇，大贝壳！秦九月把蚌肉切下来，手指在雪白的蚌肉里轻轻一捏，平整的蚌肉上立刻出现了一个小凸起，手指用力一捏，我的天啊，是珍珠！珠圆玉润，色泽温柔，简直是珍珠中的上品。剩下的几只蚌也用如出一辙的手法打开，只有2个里面没有珍珠。秦九月总共收获了9颗珍珠。
你怎么知道石头下面会有蚌，蚌里面会有珍珠的？我做梦梦到了呀。生气，这个女人又开始胡说八道。奶奶，你看啊，娘她挖到珍珠了。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秦九月把珍珠小心翼翼地放在钱袋子里，要去府城卖，届时卖了珍珠，直接去买鱼苗。先吃饭，我煮了米粥，烙了葱油饼。啊，好。三宝、小妹，我带你们去洗脸洗手。爸爸来啦！九月，你是咋想到的呀？人家做梦梦到的。唉，看吧，说实话也没人信。饭后，秦九月又带着江青野去下笼子，发现几乎所有的有利地势都被别人占据了，他们就随便选了个空地，把竹笼子扔了下去。回家的时候，发现江大嫂竟然去了北屋。哼，等下就开始割稻谷，肯定是来让奶奶去给他们帮忙的。婆母啊，你看你们家稻谷也提前割完了，你在家闲着也是闲着，我们家呢正好缺人手，要不你就去我们家帮忙割2天吧。婆母放心啊，我们管你1天3顿饭。那管我和孩子们不？老四媳妇呀，你要是也去给我家帮忙，自然是要管你的。哎，我不是这意思啊，老人家呢要天天伺候我们一家人吃饭，要是被你们拉去割稻谷，谁给我和孩子们做饭吃啊？你是要饿死我们呀？啊，你这么大人了，还不会伺候孩子们吃饭吗？前几日我看你做饭做的挺带劲的，怎么为了不让婆母去我家帮忙，又装不会做饭了？婆母，我公爹死得早，你看人家家里啊都有公爹婆母帮忙，就我们没人帮忙，你就伸把手呗。旁人家婆母帮忙，旁人家可没有把婆母分出去啊。江老四没回来的时候，你们抢着要婆母给你们看孩子，眼看着江老四受伤回来了，看病的钱成了无底洞，你们忙不迭的把婆母分出去。哼，现在有活干了，又想起婆母来了。关你屁事啊！就你话多，婆母都没说什么呢，哪里就有你说话的份了？闭嘴吧！老大家的不是我不想去帮忙，是我手头上还有活事，除了给一家人做饭，我还得做衣裳。要不这样，我尽量空出过午的时辰，过午去地里给帮忙。那行吧，不过我们割稻谷的时候，家里的1日3餐就交给你了。正好我们家没米了，也没有面了，没有油了，先用着你们家的吧。哎呀，那行吧，我们家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吧。今天上午就吃凉拌马齿苋和野菜汤吧。我们可是得干一整天的活儿，吃这点哪够管饱的呀？你想让我们饿晕在地里啊？哼，是大伯娘要跟着我家吃，我家本来就吃这些东西，我们也想顿顿吃肉啊，可是我们没钱呀。大伯娘要是想吃好的，尽管把银子留下，我跑去镇上也能给你买来。行吧，我等下和老二、老三媳妇商量一下，3家人凑点面，你给做点面食。不过各家吃各家的啊，省得有人想要在里面捞点好处。一炷香的功夫，3家人凑出来一小袋糙面，江大嫂送了来。喏，都在这里了，你省着点做饭啊。媳妇儿，你看老四家这块地。哎呦，我的亲娘三舅老爷，这是发了2茬了呀，看样子还长得挺好的。天哪，这就是你那后娘啊，怪不得悄摸的割了稻子，原本还以为他们傻呢，没想到傻的是咱们。不知道那个老狐狸从哪儿学来的法子啊，藏着掖着不告诉咱们。怪不得人家都说后娘不是娘，隔着肚皮远了心肠。这老娘们儿看着唯唯诺诺、老老实实的，没想到这么多坏心眼子啊！呸！哎呀，别生气了，明年咱们也这样干。哼，老四一家呀就没个好东西，别管是老的、少的还是小的，这是扎堆的坏。呀，别说了，心里有数就成。人家都割了那么多了，咱们快点。人家有公爹有婆母帮忙，谁家婆母不给自己儿子家帮忙割稻子呀？不割也行啊，做点饭吃总成吧。他娘的还得要我拿着面去，我嫁到你们家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